这乱世，生命如草芥，要想终结这乱世，总该有人要站出来。吾等此家破贼，不孝弟狗，誓不还。东家曾言，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50州，以此谢苍生。吾等皆不做匹夫，敢去否？同天下。徐坊主，小侯爷令我在此等候多时。有劳天兄了。生活在太平时，谁愿自家远行？但生在这乱世，谁又能独善其身？勒紧马步，天亮之前必须赶到下一个镇子。东家，我有点看不下去了。先走，东家，我说了，天亮之前必须赶到下一个镇子。上！上！主子，按照时日来说，小东家应该到了边关。桂英，照顾好小东家的庄子，要是有哪个不长眼的，你就动刀。出了祸事，自有我来扛。主子，放心。少爷若想去送，该早些的。小东家都走远了。老子才不送呢！他去边关，不仅是顺了我和小陶陶的意思，更是要谋出一条路。这世道哪哪都是黑的，小东家想要起事，这2000里边关便是他迈出的第一步。东家，这就是梅子林了。这里应该就是常四郎说的地方。哥儿几个催马，继续向前赶路。东家，有些不对劲儿啊！该抬刀了。江山雾笼烟雨遥，10年一届，斩黄巢。是小东家吗？正是。可有公证？陈家桥拜见东家，拜见东家。请起，诸位，请起。东家这一轮来的正是时候。内城那边的消息是从西北江召回来的10万骑卒，开始支援边关。当初小侯爷说过，当10万援军开始奔赴边关，便是我出骑兵的时候。西北边疆还有兵，但都是一些头发花白的老兵户了，还有就是一些流民和牢犯。这些人即便有心，也打不了什么硬仗，但好歹也有10万的人数。若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，我定然是不想帮着烂疮朝廷。但常少爷说，我等并非是救朝廷，而是在救民。与其去杀10个贪官，都不如救这一轮的边关烽火。常少爷倒是个妙人。
怪不得你们愿意给他卖命。东家说这话不对的，往后我这80余人，只归东家调动。来，硕士能活着回去，去留，诸位自行决定。听东家的，听东家的。河州的情况如何了？早些时候，听说河州北城门那边有数以万计的难民，但后来都被一个破敌将军带兵围杀了，人头堆入箩筐，报了军功都入兵部，好像赏了不少银子。那将军名叫赵青云，不错。小东家放心，赵青云这一生与敌人势不两立，此生之所愿，为报国安民耳。希望我没看错你。诸位，我等出边关，生有所去，死有所归，也不枉英雄一场。愿将腰间3尺剑，烽火萧萧斩北敌。诸位，且随我往北去驼头山。好。莫往前，否则老子晒刀了。晒了刀，莫不是真做老匪了？敢问一句，是哪家大王？袁家的，找一位叫风秋的人。可有公证？来人了！我还以为侯爷把我们都忘了。各位，请跟我来。走。这是封将军。内丞许穆拜见将军。这位东家，郭信侯还说些什么？他说你们都是调卵的好汉，这一轮便让你们跟着我。小东家有所不知啊，当年郭信侯离开边关，我等这3000人，真恨不得随他同去。幼帝登基，朝堂内乱，朝堂怕郭信侯改朝换代，早早去了他的兵权。我们这3000人也同样去了官家的身份。
如今就像丧家之犬，无根无凭，蛰伏在这边关的大烽火之中。我现在不是将军，少东家，称我冯秋便可。今后，您才是这青龙营的将军。您便是这青龙营的将军。青龙营，东家，几年前的青龙营，乃是破敌的第一营，据说该有2万人，大都殉国了，只剩这3000人。他们的身体，有的被马箭射碎，有的被崩尸崩烂，有的被敌人抓去喂了狼，还有烧成了炭粒。但是小东家，我们3000人都说了，宁死也要死在边关，替小侯爷看好这江山。小侯爷说，若铮铮铁骨，且万死不辞，我等就是大计的长城。侯爷告诉我等，大计风雨飘摇，我等身为士卒，若守不住这江山社稷，还有何脸面回到内城见我们的父母妻儿？如今3000青龙营早已一无所有，唯有舍生忘死之志，无所匹敌。若有一日天下太平，边关安和，我要带着兄弟们去长阳最大的酒楼，去喝几碗烈酒，去祭枪，吃几位桃花女。拜宋！拜宋！小东家，郭姓侯近来可好？闪了风寒，咳得有点严重。哪里是什么风寒？侯爷2年前在边关受了箭伤，险些射烂了胸膛，撑着身子，带着我等骑马奔波了3日，连拔了敌人在庸关前的4个营寨。记得那一日，边关下了大雨，700里外的庸关尚未被打破，侯爷带着上、单人一起从边关回内城述职，沿途的百姓都冒着大雨恭送侯爷。若不是为了朝廷耽误了医治，如何能落下如此一政？对了，方秋，
入境边关的局势如何了？那个破敌将军还算有些血性，并没有弃城逃走。如今敌人大军已经增至13万，河州的守军加上民夫，总计不过4、5万。再过几日，西北疆的10万老兵也能赶到。唉，即便是如此，我估计河州也守不住了。北狄节节胜利，士气会越来越高涨。反观河州那边，未战先起，顶多是靠着一股怒劲仓皇而守城。有无办法越过河州去望州？我等不是要驰援河州吗？我等去河州守城，不过是杯水车薪，顶多是作为炮灰使。侯爷说了，我们的作用是做一支骑兵。我们的作用是做一支骑兵。那小东家打算怎么做？越过河州，到敌人的后方，做团战搅屎棍。就凭我们这些老东西？苦心人，天不负。你们在这边关卧薪尝胆，我相信3000老卒可吞敌。有志的人，事情终能做成。敬拜青龙营的3000将士，可愿随我徐牧一道，杀这一轮边关烽火，枭首破敌？同去，愿随赴死。同去，愿随赴死。魏将军，地图，请。这一次，狄狗子是要吞并我大计。13万大军都已经围在河州门口。从河州到望州有200里地，敌人的辎重粮草应该都是从望州输送而来。自然是。狄狗山旗有屠城的毛病，并无民夫输送，他们的粮草辎重都是由千人队分批次的输送。凤秋，劫粮道如何？劫粮道，木克，要入夜了。东家，附近有敌人骑马夜巡。有多少人？2000余人。凤秋，你带300人，从这边出去往右，用树桩堵住官道。陈先生，你带500人，用同样的方法往左，把路也堵了。是。东家，那我等做甚？陈胜，你也带500人，就埋伏在对面，记住，切莫有相对。东家，你猜的果然没错，他们定是携带了粮草辎重，不敢走官道，朝这边来了。周孙，陷马坑挖好了吗？回东家，两边都挖空了，马车一过便会塌，能陷400、500骑。坑里摆了400根地锚，人和马都跑不了。听我的口令，一旦陷马坑塌了，立即动手。不对劲，徐尚公，在，把他射下来。
真怀念当初攻打望州的时候，城门一破，便入城门烧杀，那些嫩花花的气人女子，奸的奸，杀的杀，剩余的老弱病残，全部为了我的鹰。知道为什么我的鹰会双眼如炬吗？都是全部吃了气人的眼睛。哎，我的声音呢？想必是去吃人了吧？不对，我怎么感觉背后凉凉的？这100多里路段，气人都被杀光了，诸侯莫要担心。这一次，合着的忌人很麻烦，小心点儿。你去前面探查一下。是。视线马克，小心有埋伏！就是现在，上！四虎，还记得我对你讲过什么吗？小的，吾乃大计之虎，最大的军功是我的呀！烈火焚烧告别，狂欢时分前无了，在逃亡中灭绝，万民血染地火，游离在旷野，人在人杀，绝望的太多，希望与心点燃，看谁不守沉默。心难和正在沉睡的我，冲撞随命运枷锁，野火烧尽残破，谁不再忍受沉默？心难和正在沉睡的我，冲撞随命运枷锁，野火烧尽残破。有人跪在灰烬中，有人抬头怒吼，在夜里高歌弦，有人烧呐喊出嘶吼。老将军，战子如何？死了130余兄弟，伤了200有余。天兄，稍后清点马匹。东家，若不然，我等再劫杀一轮。不行，我们在此劫杀已然是暴露了。小东家，不如取暖马匹，立刻远遁，之后再找机会。什么味道？东家，这是伙食。东家，这是伙食。凤秋，你说敌人接下来会如何？我们动了辎重队，狄高一定会派重军前来绞杀的。每人骑1匹马，换了敌人的袍甲，再带上5车伙食，余下的伙食、辎重、粮草，全部推到官道上烧掉。小东家，这是为何？诸位，我等只有3000人，若是参与河州守城，不过杯水车薪；但若是我们
趁此机会拿下望州，便可以将10几万的敌人大军堵在两头中间。待10几万敌人大军粮草用尽，定然会军心生变。夺下望州，敌人定会有大军来袭。我等只有3000人，没有援军，只能死守望州。至少要守到敌人10几万大军粮草断绝，无力再战。到时候，河州的守军出城绞杀，不仅解了河州之围，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胜。这一仗要是守不下来，我们所有人都得死。不错，北敌人定会派大军来围城。但是，虽然我等只有3000人，但这一轮并非是我等的死期，而是我等天赐良机。若是我等有以1当10，则是3万大军；若是我等以1当100，则是30万大军。谁敢言我等兵微将寡？吊着卵的，便随我徐穆，长枪所指，夺下望州！听动静的，听动静的，听动静的！恭喜破敌将军又立不世之功啊！坐坐坐。敌人这几日偃旗息鼓，怕是不出3日会再次来犯。我等还是不能松懈。要是再打几场胜仗，这破敌将军说不定要封侯啊！破敌，赵将军无愧此名。我等驻守河州，为的是报国安民，至于什么封侯拜相的，我没想过。将军，酒都温好了，你看这个，刚养了半月的牛犊，给您下酒。破费了。你站在这儿，是让我请你吃酒啊？啊？我率10万兵回营，助你们守河州，3日不到，损失2万。你们萧峰营喝酒吃肉我不管，为何不给我等开军粮？想让我等死吗？朝堂有言，若是尔等立下军功，便能迁去内城，恢复禁民身份。连将军怕不是忘了自己是何等身份？要想摘掉最沉的帽子，你得立功。等一下。这几日你们也算有功，这算是赏你们的。只是军粮的事情，日后莫要再提。娃娃，你叫何名啊？我叫喜弟。哦，吾叫连勇。想当年呐，吾23岁时便率10万兵户征战西北疆，
7日破狼关，让所有叛军闻风丧胆。那时的我们，长刀破浪千尺，弓如霹雳显惊。若不是朝廷议和，再给老子们20年，定然将敌口整个草原都打下来。可如今呢，人老了，刀也锈了，这大计的江山也是风烛残年。我就想不通，这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咱们大计便经不起打了？我看爷爷刀老人未老。你说的对，刀老人未老。我呀，19岁开始立志报国，倾尽博采铸就了这把刀，销售破地。转眼47年风雨，刀老了，人未老。正所谓明池星驰风宝剑，此君一夜斩敌满啊！来，这是牛肉，爷爷送给你。如果有一天爷爷战死了，希望你能记住这个牛肉的味道。想要天天吃牛肉，就要将敌口赶出去。阿弟，还给将军。哎，无妨。我连勇一把年纪，其实难得跟孩子吐露心声。你呀，将这肉给大家伙也分分，尝一尝啊。将军，我这里有找来的药草，可治痢疾，送与将军一些。一介村妇，难得失礼。我东家教的，做人切莫疏恶，也切莫忘恩。谢了。大人，能否再赏一碗吃食？去！一天天的就知道吃，等敌人来了，你们全部都得死！所有人，无论老少，都给我补成强去！娘亲，喜梅不怕，娘亲在。娘亲，我想东家了，我们不去内城寻东家吗2000里边关路，无马无车，我们会死在路上。你还记得东家说什么吗？记得，东家让我等莫忘了，我们是徐家庄的人，男的带卵，妇女背弓，我们要靠着股狠劲儿活下去。
东家，查清楚了，城内至少2000守军。陈胜，霞儿和青龙营的兄弟们可休整好了，已经整装待发，随时可以攻城。小东家，我们3000人攻城，敌狗军有2000守军，有点难搞啊。确如老将军所言，但兵法有云：实则为之，武则攻之，备则战之。陈胜，望州城你熟悉，你带几十人蛰伏进去，见机行事。东家放心，我等定会里应外合。我也去。胜哥，侠儿们轻功好，送你们一程。此去凶险万分，若是势不可为，立刻翻城墙逃出来。我会把所有的马匹都放在林子里。东家，我等既随东家来了边关，便不会逃。就是啊，好。好，就等你们这句话。你记着，若是今夜无雨，便用火箭烧城。我记得那城南的油坊有一处地窖，那里边应该藏有火油。你点火，我们攻城。东家，我城内的家中尚有一瓶好酒藏在地窖中，等我发了黄，在城内等着你们，与你们畅饮。好，好。在荒野，人在难流沙，已绝望的太多，希望用雨心点燃。看谁不再能忍受沉默，是那个正在沉睡的我，匆匆随命加索野火，烧尽残破。看谁不再能忍受沉默，心爱不一定要活着回来。匆匆随命加索野火，烧尽残破。兄弟们，怎么共赴国难？日后有人提起，一定会说青龙营和徐家庄的人都是调卵的好汉。这一轮，我们要让敌土知道，我大计关山万里，皆不可逾越。东家，人手已经布置好了，让我等先上吧。陈先生，你们只有50人啊！人虽少，却有破阵之志。东家且看好。无论众寡，长驱直入，敌虽10万，无一人能破我。大吉之虎何在？此虎在此！随我出征！杀！
心中有人抬头怒吼，在夜里高歌血肉。成哥，别管我，快去开城门！所有人，快去开城门！在逃亡，一些人迷惑，有一些谎言。去死吧！快，肉！杀死他们！木哥，这城门打不开啊！啊！东家，城门已开，杀了他们！玫瑰在回去，有人抬头怒吼，在夜里高歌血肉燃烧的自己。成哥，成哥！接着来，别松劲儿。怎么样？当初冷官差赴死在北城门，大姐的旗帜不能倒，诸位，开战吧！而田松为死离开望州，这一轮更像是一场救赎。锦绣，我们打下望州了。
我们打下望州了。列位，我们打下望州了！我们打下望州了！我们打下望州了！打下望州了！刘王，我猜劫粮的那伙人定是晋人的大将，深谙兵法布阵。李破山都已经死了，那国姓的王爷也没了兵权，现在的大计就是个废物，何来的大将？劫了我的粮食，就觉得可以动我的筋骨。哼哼，先前储备的粮食如何？收拢来的粮食和辎重，早就已经藏好在望州了，不日便可抵达前线。刘王，请放心，这一次至少有好几个部落一同前往望州，护送万余人。传令下去，粮草和辎重一到，立刻攻打河州。报告大王，望州城失陷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有一股3000骑的骑人夜袭了望州城。我们已经彻底把河州城围死了，连根毛都飞不出去。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？有没有可能是劫粮的那批人？哦，先劫我粮食，再夺我望州城，这是要断我的后路啊！这个继人他不简单，呵呵，可惜了，他只有3000人，在我10万北狄铁骑的面前，也只能蚍蜉撼树。号令全军将士，随我夺回望州城，我要把他们全部杀掉！是。等等，把那个3000人的统领给我活捉了！我要看看是什么人敢偷袭我10万大军。是。小东家，昨夜这一战，殉国者至少500-600人。如今我等只有2000余兄弟驻守着望州，若想打赢这一仗，恐怕还需要河州的驰援。陈先生，河州情况如何了？督下，河州已经绝粮了，很多民夫和百姓都被活活饿死。若没有那些老兵户的支援，河州早被打烂。那赵青云只会拿民夫填城河。小东家，若是再遇见他，还会拿他当故人吗？小东家，若是再遇见他，还会拿他当故人吗？我等已不是一路人了。若是再遇见他，我一定狠狠地揍他一顿。东家，东家，
望州城内的情况已经派人摸查清楚了。望州城内竟然储存着大量粮草。东家，我没事了，我还能打的。凤秋，我们只要守住望州，就是断了敌人的后路。谨遵小东家令。东家，东家，东家，我与周洛两个方向探查，获悉敌人正在赶回望州。东家，河州之围失解了，但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3000人守10万大军，徐牧啊，徐牧啊，你说怎么办？诸位，敌人已经弃了河州，直奔我望州而来。虽然我等只有3000人，但若是河州的守军出城追击狼狈不堪的敌人，定能反败为胜。周孙，这一带你熟，你带几个少探前往河州求援，记住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是，东家。他若是不出兵呢？好了，莫说了，都随我下去，我有事和大家讲。不瞒各位，10万敌人大军正在奔望州而来。我徐牧问各位，你们怕不怕？只有何惧，就怕杀不上敌狗。可是我怕。我徐牧这辈子最大的念想，莫过于有一日赚够了银子，做一个富贵的安乐宫，带着我庄子里的人平平安安的过好日子。但是这混乱的势力偏要举起了鞭子，把我等鞭得体无完肤。既然活不下去了，那便战。这一轮，我等2000余人，可能是有去无回了。若是有家眷的，便留封家书吧。但是你们记住了，这一轮无论输赢，你等皆是救国的英雄。是随东家，是随东家。木哥，俺还没娶老婆，那俺写给谁啊？你写给小嫂子吧。那我写什么呢？河州城报，望州喜报，望州城已经克服，望州城已经克服。报，将军，望州城已经克服，望州城已经被夺回来了。你他娘胡说什么？信不信老子砍了你！将军，望州失地确实已经克服，先前北敌10几万大军停战，也是他们截了粮道，解了河州之围。若是这样，岂不是说这破敌的头功实在是另有其人？将军若不信，可以生一道狼烟。去，点燃烽火台。是，点燃烽火台。
行屋里的说法，1道狼烟为信花，2道狼烟为救援，3道狼烟则是寓意着敌人口关，危在旦夕。主子，边关的军报。好啊，好啊！主子，这是什么喜报？小东家打下望州了，北敌10几万大军，尽数被我大计围堵于2城之中。北敌大军却粮草四处，要不了多久，便会击溃兵变，士气崩塌。妙啊！小东家真是妙啊！他赵青云要是不傻，军事后便知道要配合望州的小东家，趁着北敌人示弱，出城围杀一波。这不仅是驰援望州，更有可能是我大计100年来最出彩的一次破敌。吴英，我从未想过小东家会这样选择。主子怎么说？如果我没猜错，北敌大军在惊变之后，那位陆厉王将会带着大军折返，复而攻打望州。主子也就是说，小东家要带着不到3000的老兵，去守住10几万大军的攻关。确实，赵青云那个狗妇，若是误了这一轮大事，我誓要杀他。不行，我要入殿启奏齐本，让兵部催促赵青云速速出军。主子不急，这样做，朝中的老狐狸一定会参你。参吗？我袁桃能死，但大计不能忘。撤离河州，支援望州。我守了这么久的河州，虚竹满意的头功本就应该是我的。将军，望州斥候来报，请求河州支援孟州。而且我听说，这次打下望州的骑兵曾是您的故人，名字叫徐穆。居然是他！但朝廷并未告知于我等啊，莫非是义军？将军，若真是义士，何不让那帮老兵替我们卖命？郑都尉，说来听听。若真如将军所猜的那样，他们这次出兵定无身份。若是战事失利，他们就是替罪羊；若是胜了，军功就是我等的。话虽如此，但朝堂并未下令让我等出兵啊。要是朝堂上面怪罪下来，该怎么办？若是那帮老兵私自出兵，那就怪不得我等了。好，随我去接雷勇。是。
连将军，你说这北狄10几万大军被困在2城中间，敢问老将军有何高见？出城杀敌。杀的哪门子敌呀？外头的北狄大军还有10好几万呢。再者说了，敌人善射，我等兵力不足8万，出城和他们打遭遇战，就是送死。敌狗没有打河州，说明他们粮道未竭，辎重缺失。而且近些日子，我每天在城头转，发现敌人收拢草料的数量越来越少。你以为北狄饿到吃草料了吗？老将军莫不是上了年纪，脑子中风了？草料少，说明敌国的营中马匹少。近日无战事，缺马的原因只有一个，他们在杀马充饥。缺马的原因只有一个，他们在杀马充饥。老将军，这样如何？虽说朝堂并未下令让我等出兵，但此举乃是大破北狄的大好时机。我赵青云封你为先锋大将，你可带着本部人马出城迎敌。若是朝堂怪罪下来，我自会帮你说情。对了，如果老夫没记错的话，赵将军想当年也是望州城童子营一位吊卵的汉子吧？童子营啊，整整3000人，死守望州城，百姓为了纪念他们，方圆100里皆是碑文，何等的壮哉呀！赵将军不愿去，那连某便去吧。诸位，尔等借着从年少轻华便离开故土，跟随我保家卫国，提刀立马，征战西北疆。一转眼40载，很多兄弟早已埋骨边疆，可我们呢？我们还活着，活到了2鬓斑白。你们现在早就到了颐享天年的年纪，可又因为我不同意议和，被群臣弹劾。可罪臣又如何？从前的我们和现在的我们，和当初的我们有什么不一样？若是盛世太平，你们应该子孙膝下，颐享天伦。可如今敌关就在眼前，我们不到，白活了古来稀呀！不能提刀却敌，这是何等的遗憾！兄弟们，你们可否愿意再次跟我阵前杀敌呀？愿意！
东家，你可真是神了，连这个东西你都造了出来。小东家，此乃破敌利器呀！方才已经试过了，司虎最多能打500多波，估计是极限。可惜啊，没有大些的五行弹簧。木哥，啥是弹簧啊？不重要。周孙，陷阱挖得如何？东家，好过挖了2圈，陷阱也挖好了。只有最后的2000人，若是赵青云不驰援，哪怕死战不退，几乎是守不住，只是时间长短罢了。杀！这家伙终归是要负重前行一回了。10几万的北狄大军放弃河州，负而攻取望州城。全军攻城！进，去给我上！风老将军，你率800人守在西侧。传令。陈先生，守城物资调配的事情便交给你了。好的，东家。陈胜，你率50人掌管2部投石车。得令。四虎，你力气大，负责投石。听木哥的。许长公，你待在城头，负责找到陆厉王的位置。是，东家。天兄，魏峰，你们2人率部攻城，守在城头，不要让一个敌人踏上城墙半步。是。东家，东家，敌军马上到城头了。诸位，古往今来，守城都是最惨烈的。这一战，我们和敌寇注定是不死不休。曾经，有一位先辈以凡人之躯伫立在这望州城头，以凡人之躯不退一步。事到如今，我等誓死守望州，传我的将令。城在人在，城亡人亡，全军死战！杀！腾格里，苍狼白鹿，草原子民的帝国，出击！碾碎他们！上进，碾碎他们！救命啊！虎哥，东北方350步。注定，东北方350步，快！放射！
快点，快！小心！快吧，快吧！东家，城头上的烽火台已经燃起第9次狼烟了，可是河州的援军迟迟不见踪影啊！继续坚守。是。成功。看到北敌的陆力王了吗？东家，我看不清，人太多了，一定要找到他。只要杀了他，北敌大军定能大乱。东家放心，一有机会我定然会射杀他。弟兄们，坚守城头。是。陈胜，放爆火石，火哥。魏峰，弟兄们伤亡如何了？还有半数能战。望州如果1个时辰内得不到支援，望州城必破。敌人得手了！东家，小东家，爬上来的敌狗都已经杀光了。陈先生，守城物资还有多少？已经快要打完了。之前那一车的伙食，还有那些普通的碎石都打完了。胜哥那边的投石机，现在只有些散士能打。木哥，要不然我出去杀一波？不行，下面有10万敌军，你一个人能杀多少？东家，敌狗的巨型投石车又要攻过来了。娘的！他妈的！东家，这边被炸了，敌狗又从这边冲上来了。铁松，把滚木都推下去。小东家，滚木早就用完了。东家，所有物资都已经打完了。东家，所有物资都已经打完了。小东家，武当，
尚有手中刀剑可以与之一战。这些底狗会如此便能攻下望州，闻过我等手中刀剑否？青龙营的汉子们，眼前不过是数丈高的城墙，城墙之下便是要将我等屠戮殆尽的底狗。青龙营，可敢与我冲出城去，杀尽底狗！杀！大计虽烂，烂的却是那王朝。你我也是铁骨铮铮的汉子，好伙计们！此战我一去不回了。望州若有存者，当谨记吾等之名，大计边关，破敌第一哨。青龙营，青龙营，青龙营，青龙营！杀！所有人都去射箭，支援风老将军。是，部长。兄弟们，杀！皇上，印象中晋人懦弱贪生，只会躲在内城一带。但现在100余人从城内杀出的晋人，居然舍生忘死，赴死为国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些晋人怎么回事？一人一城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整个晋朝的觉醒。把那个投诚的给我带过来。滚过来，让他滚过来。走。这个晋人，你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当初定边8营都没有这样的骨气。那守城的将士是什么人？陆离王，属下不认识，属下不认识啊！给我打！全军出击，把人全部推上。等不得了！全军出击！东家，地狗的大军都要冲过来！魏峰，东家，河州的援军可来了？3个时辰了，我们的人都快打光了，援军迟迟不见踪影啊！风老将军在哪里？东家，见不到了。小东家，不要放弃希望，哪怕多坚守1刻。若是河州前来驰援，我们亦有机会守下望州城。
我问天公，天下何时太平？天公不答，却到人间如刍狗。徐坊主，若有一日天下太平，请来某家的坟前敬上一杯水酒，与我说个一二。我田松是个脏人，但老子的血也似骄阳一样红。若有相随者，与我就城门杀！田松，同志，五哥，我先走一步。走，五哥。吾乃大气之虎！只有一个人！大气之虎！数次杀下去，我等所有人都会死在王州。如今唯一破局的机会就是找到陆离王，利用徐长公的百步穿杨的手段击杀他。长公，可发现陆离王的位置了？东家，看不清啊。不过，南方有一处地方有盾兵把守，想必他就躲在那里面。妈的，居然藏这么深！长公，稍后我会带城头上剩下的人去冲击敌人大营。若是找到陆离王的位置，一定要射死他。是，东家。不过是一轮生死，杀一个够了，杀两个就赚了。长公，若是没机会找到陆离王，你就多杀几个敌人，咱们来生再做兄弟。东家，东家，哎，等等，东家，援兵来了，援兵来了！小子们，大贼西门下6万兵虎勇前来驰援，这一去如当一场英雄，为的是我们子孙后代盛世开天。大吼王杀！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兵虎。河州的守兵没来，而是这些老兵户来驰援望州。怪不得他们会误了时辰。虽然有几万人，但是行步艰难。他们是来赴死的呀！州这些没卵的，贪生怕死，让这些老兵户来。保国安民，好的哪门子的国，安的哪门子的民？诸位，便随我杀下去，杀了那个北狄陆离王，
让河州的那帮狗夫们都看看，谁才是大计的脊梁！随我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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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乾官头，陆离王在西北侧，不管谁活着，杀出去，通知小东家。天兄，小东家，快去！陆离王就在里面，记住是西北方向。天兄，你的伤，莫管我，快去杀了他！快去！四虎，成功！记住，宁做太平一只犬，不做乱世行路人。小东家，我已为你撕开一条活口，陆离王就在身后，打了一辈子仗，我死是累了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。有人抬头怒在夜里高歌血肉燃烧的喊出信狗哥，找到了吗？虎哥，他躲起来了，被人围着。好说，一会儿就扔你上去。好。日烈火翻身告别，狂欢是风天无月，在逃亡中，光阴显然逼迫。天生是个农人，下了只眼就是个坨子，以后怎么活呀？生来彷徨，不若投井死了吧！看他抓锅，连力气都没，还想全身入山打猎？练功下雨练，下雪也练，他的手都能动，瞎了只眼看得清。虎哥，给你一罐松灵，你去给我来救啊！生来彷徨，便应该做贼死。自今日起，他便随我姓，也姓许，等同于我的族弟。以后
便叫你许长公吧。许长公，老子叫许长公。北狄陆厉王已被吴帝许长公射杀，杀！贼手已破，我们赢陆厉王死了！陆厉王死了！快跑啊！陆厉王死了！快跑啊！我们胜了！我们胜了！活下来了！赢了！救云豹！陆离王呼延哥已被刺杀。什么？陆离王呼延哥已被刺杀。严将军，敌人败了，都败了，败如山倒啊！苍天睁眼了，苍天有眼呐！陆离王已死，北狄群狼无首，战意全无，传我军令，全军追击！将军，愿我老兵虎与王者守军一刀，打败北狄13万大军，北狄陆离王被射杀于乱军中。什么？快去备马！这破敌的头功，必然是我们河州笑风营的。是。该死了，这些该死的老兵虎！最好别动老子军功，否则去你的看了！敌人退了吗？东家，事后来报，敌人的几个都侯试图重新集合大军，奈何士气崩碎，他们无力回天了。东家，我们赢了。是啊，我们赢了。陈少，晚些时候，我们带人把他们都葬了。是。其他人呢？陈先生，小二们呢？
云峰，老将军呢？他人在何处？田兄呢？田兄，田兄，东家，文官也死了，风老将军也死了，很多人都死了。哇，3000青龙鹰，只剩400人了。东家，先前的8世血。是什么一人？为英雄送行，为诸位英雄送行，送行，送行，送行。东家，河州支援的老将军来了。好，若非6万老兵户支援我等，我等已经死在望州城中了。快随我去迎接。小东家，不必了，我不请自来了。拜谢将军。哎，谢我作甚呢？应该是老夫要拜谢于你们。若非是少年英雄，我大计何来这一场出彩的大胜啊？老将军，来。去城中休整。好，且慢。徐兄，我早该知道，定然是徐兄，真是太好了。虎哥，莫非不识得我了？胜哥。你的手，闭上你的驴嘴！徐兄，你定然是怪我了。但当初那100头军功，并非是我之过，而是兵部有令，不得相赠一卷。要恭喜徐兄了，这破敌的诺大军功。将来指不定要封侯万相呢。但我赵青云有一言，希望徐兄能听得进去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我河州守军日夜苦战，死者不知几何，还有那些民夫更是凄惨无比。我希望徐兄能把这些军功让于守河州那些将士们。我希望徐兄能把这些军功让于守河州那些将士们。呸！这一次，你是以义士的身份入了边关，要是侥幸打赢了，这份军功你不能取。朝堂上的争斗，
是明枪暗箭的游戏，现在还不是你曲军公着生的时候。你且去捡吧。你快带人去拿。是。哦，徐兄，那陆离王的尸体呢？哼，他的尸首被敌人带到了溧阳镇去了。赵将军若想要，自可去攻他。老将军，请去城中喝口茶解渴。徐兄，我且问徐兄，人往高走，水往低流，有无错？我赵青云日后若是封侯拜相，也必会带着大军死守边关，驱逐敌寇蛮子。徐兄，你不懂这个世道，要活着，要筹壮志，便要先爬上去，明白吗？只有先爬上去，有了实力，才能谈其他的。给老子闭嘴！他们找死的吗？给老子闭嘴！他们找死是吗？都给我推开！将军，推开！都给老子住手！我且问徐兄，我有无错？不然，你觉得我一个校尉之身，如何能带领大军守住河州？你守的河州？你守的不过是你的将军之位。你怕河州城陷落，你的将军位便不保了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拿命去填壕沟，填死了多少人？有没有10万民夫？徐兄，你不也说过，战场瞬息万变，我若不动用民夫，如何守河州啊？我没教过你这么做，我只教过一个小校尉，保家卫国。当初，你骑着马站在我徐家庄前，望着望州城破，痛哭流涕。我以为你和3000筒子营一样，是掉卵的好汉，但你不是，你只是一个贪功的狗。徐兄，我们只是路不同罢了。做你的破敌将军吧。坐稳了，徐兄，当真做不得朋友了？我不和狗做朋友。老将军，请。请。呸！呸！老将军，徐兄弟请。徐兄弟和赵将军是旧相识？以前相识，现在不识。多谢老将军驰援望州，救我等于危难，我无以为报。嗨。这一物送与将军。这是陆离王呼延哥的腰牌。他的尸首，我埋在了望州城南老树下。这是陆离王呼延哥的腰牌。他的尸首，我埋在了望州城南老树下。徐兄弟，
连某只是寸功，徐兄弟才是头功一件呐。老将军，我不宜入朝堂，这一份军功，老将军拿着最为合适。将军若是不拿，这份军功，只有被赵青云这等狗夫夺了去了。我身后的那些老卒，跟随连某风风雨雨，战死沙场，从年少轻狂到两鬓斑白，我知道他们以此为荣，但我更知道，再过几年，他们便拿不动刀了。若有此功劳，他们便可以进内城，去颐享天年。这份功劳，连某确实需要。醉将连勇，拜谢徐兄弟。老将军，请起。那些敌人都退到了溧阳镇，老将军切记莫去攻打，守住望州即可。不出半月，敌人不攻自破。这份军功，将军切莫让其他人知道。老夫明白，但老夫心中隐隐还是不忍。老将军放心，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。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事后来报，原大计定边营清风营营将黄龙率3000人，特来请降。黄龙，想当年一代名将李破山率6000人战死永州，就是因为定边8营给他卖了。整整6000城下谷，人人皆是大丈夫。清风营的叛变，就是烂在泥里了。当初望州城破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奇怪，定边8营个个易守难攻，怎么不出几日的光景，便被北敌临破8关？说是大计的人，都当叛徒走狗，有多少兵都救不了。走，徐兄弟，我们去看看这个走狗长什么样。走。将军，我等被迫降敌的。征北将军李破山，你可认识？他的安国营足足6000人，死守庸关，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瞻前顾后，消极驰援，一代名将全军覆没，埋骨边疆。这黄老真是软骨头。譬如我赵青云，日后哪怕殉国，也绝不会有降敌之举。来人，尽数斩下狗头！等等，我知晓北地草原的地图。另外，征北将军李破山或许并没有死。你说什么？我有草原的地图。下一句。征北将军李破山死是未死。我在敌人军中亲自寻了好几遍，并没有发现李破山的尸体。当真？他定然是在诓人。说，继任大将的尸体落到敌国手中，向来是要被羞辱的。说，赵青云，叛将黄龙已被我赵青云于乱军之中斩杀。动手！徐兄，我赵青云并非是狭隘之人。我等生死一轮，我自知有错，但我至少也守住了河州。
东家，这是我刚从黄龙身上摸的草原地图，您过目。陈先生，先把地图收着吧，或许日后会有大用。是。东家，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回内城了。列位，此一次我们劫粮道，破望州，杀敌王，尽是大功。这些金银财宝，我并未足额数过，我只留下一半作为抚恤，剩下的还有那些马匹、袍甲、武器。若是有好汉要归乡的，亦或者就地参军，皆可自行领取一份。日后若是有空来我徐家庄，我徐牧必奉为上宾，设宴洗尘。东家，我跟你，我等愿意跟着东家，还请东家莫多言。今后跟着东家，若是不管饱，我们就揪着虎哥打。问我毛事儿？木哥每人给我20个馒头，大不了我少吃几个，都送给你们啊！东家，我等这些人往后跟着东家酿酒、烧砖、打江山。好。陈先生，你若跟着我，常四郎那边，东家放心，常少爷既然让我随您去边关，便是默认了。东家，我等也一样。小侯爷说了，让我们自行选择啊。好，我徐牧不才，日后山河万里，任他风雨飘摇，我徐牧定不会抛下诸位兄弟。这帮吃人的官兵，用我们的命去堆城，活下来的连口饭都不给，我等是活不了了。他们看到城里的姑娘，便拖入营帐。若是听话，便赏一口粗米；若是不听，便事后动刀。诸位，我等是活不下去了，左右都是个死。砸米仓，杀官兵，是我们唯一活下去的机会。对，说的是，说的对，说的对。走，走。东家，我等带着这些军饷出城里砍，会不会有问题啊？若有伸手来抢，立即动刀，杀了再说。徐兄可是要回内城，会在河州设宴，还请徐兄多待2日。到时候朝堂上来的天使，我会为徐兄引荐，入得朝堂为将。小东家，连某军务在身，便在此恭送小东家。小东家一路保重。老将军，他日去了内城，有空的时候去徐家庄寻我吃酒。一定。
我若是有空，一定去徐家庄拜访。来了，打断你的狗腿！大胆！我看你就没胆。徐兄，我送你一程。你我两个，好歹也是边关故人。我方才想了许多，只是觉得我们之间应当是有了误会。我知道，徐兄定然是看不起我，虎哥、胜哥几个也看不起我。我当年只是个望州的小校尉，有着一副好胆，敢带着2路人马护送10几万百姓逃出2里之地。3000童子营等不到河州救援，赴死殉国。他们把最后一匹好马留给了我，若是让我去求救援，那分明是想让我逃出去。徐兄，你我并无对错，错的是山河破碎，边关不宁。你叽里呱啦说那么多，到底想说什么？徐兄，不如入我河州笑风营如何？到时候你便是1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好，我1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你想做皇帝啊？我1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你想做皇帝啊？这是没有话了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这并没错。但是你错就错在把万千百姓的命当做你的垫脚石。你偷了军功擢升，若是做个稳重的大将，我自然不会说什么。但你不是。赵青云，可能你自己都没发现，你已经变了。何曾有变？权力不是人性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至少守住了河州啊！那就恭祝赵将军要擢升了，走。陆头，那些难民造反了！什么？谁要造反？是河州的那些难民，说是活不得了，便杀了官兵，抢了辎重。他妈的，找死是吧？回河州。东家，河州起烟了，会不会是敌人寇城？应该不会吧？这8万敌人不可能这么快到河州啊！而且他们军心已散，也不会做攻城之举啊。那会是谁？这总不能是几处地方同时起了火灾啊！我也不知。东家，河州的难民反了啊！方才我好像看到赵青云带着兵私守回了河州。黄泉路上，我作恶死鬼，
小才，我让你管好何州，你就是给我这么管的？禀将军，这次难民造反之举并非我之过，而是有人从中蛊惑。你说什么？来人，始作俑者带上来！就是他，他就是贼首。我等去望州驰援，趁守军人少，他便鼓动难民去造反。一个妇人也敢造反，杀了吧！是。住手！喜娘。喜娘，杜家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徐兄，这些都是反民。论身份，我是都统，你他妈一个边关义士，顶多就是一介布衣。老子忍你很久了。东家，我并不造反，是这些官家掳掠清白姑娘，还断了一日餐食，大家都饿得活不起了。赵青云，当初你在徐家庄重伤坠马，是这位喜娘一口饭一口米汤把你救活的。3000筒子营殉国，数十万望州百姓为他们立了10余座碑祠，可你呢？克扣粮饷，奸淫掳掠，10万民夫填了沟壑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救国救民？还您，将军，将军，我们走。东家，当初村子里有好几十人，但来招民夫的官兵就有几百人，入屋了就抢，抢完了就杀人，大家都没法子，只能逃出村子。一路上又遇到了几波发疯的难民和官军，死了好多人。到最后，就只剩下我们几个了。东家，不要自责。当初入内城长路迢迢，你没法带着这么多庄人，为此还特地选了个好去处。谁也不会想到，北地会这么快时间打来。新娘，以后别随我去庄子。蔡薇知道你回来，定会高兴的。谢东家。不用，不用谢了。
喜报！喜报！破敌将军赵青云与10万老兵户神威不挡，大破北敌13万大军。小东家这一轮至少救了半个大计。主子，但是大家都说是这个赵庆云的军功。说是他想要军功，想要登堂入相，他早就去了。主子的意思是，他是个很聪明的人，知道知道我在拉拢他。那为什么一开始不给他军功？我若是这样说了，便是行了一步臭棋。物极必反。小东家看似寄人篱下，但实则上，他是个傲骨铮铮的人。他的选择，或许不会是我的阳关道，也不会是小海棠的独木桥，但我时间不多了。主子，孤鹰，我中毒了。东家，已经半月有余了，再过些时日便能回到内城了。东家，我刚才去看了一轮官榜布告。怎么了？那些官家都说是赵青云那个贪功狗打败了10几万北敌大军。东家，我生气呀！我且问你们，此时你们可愿投效朝廷？自然不愿呐！我听母哥了。那就对了。这军功只能换银子、袍甲、武器，可是这些我们都不缺。赵青云回长阳述职，定会把军功都往自己身上揽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不必陷于朝堂之中，做他们的棋子。东家，这说是这么说，我不服气。那贪功狗什么都没做，很快就擢升了。这棋盘烂了，棋子再光鲜有什么用啊？东家，若不如把这棋盘掀了吧。东家，若不如把这棋盘掀了吧。这下倒好，估摸着以后都要劝着我造反了。先不管这些，在乱世之中，还是以自保为先。等回了庄子，我把地窖里的醉天仙全部拿出来，与众人一起痛饮。好，东家，那若是夫人不让呢？哎，山哥，我小嫂子最通情达理了。我要喝酒，木哥不给，小嫂子都偷偷拿半坛给我。木哥，喜娘也回了，这回不仅有好酒，还有好肉食啊！你等着，到时候让我媳妇儿给你做烤鱼吃。胜哥，你家婆娘做的鱼，骡子都不吃。木哥，我也不爱吃。那我回去告诉小嫂子。哎，你这个憨货，老子打趴你！不讲武德！你不讲武德！三位，你现在如何了？你那醉天仙喝死了人，先前派仵作去了验过的，确实是酒水的事情，肚子都堵烂了。你先回去，这私酒你莫要造了。若不是我游说，那家人定不会放过你。你就准备3000两银子，
死的那位可是个附身，你若不依，捅到了总司房去，可是要杀头的。这银子便先交于我吧。哼，怎个意思？你再胡闹，是要真杀头的？哼，这年头，妇人是最不经下的。你把刀挂出来，小村妇都要抖3抖。我知四大户与府衙关系匪浅，这吃死人的事，一定是四大户的手段。无论我如何自证清白，你都不会依我。今日，府吏大人定然是觉得吃定我徐家方了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你也莫要诓我，银子我是不会给的。那便去总司房。一个弱女子，男人没准都死在边关了，还在这装什么刚烈？你傻呀！3000两银子就想了事？哦，卢公子，莫急，明日多找些难民，毒死了堆在一起，再多找些人闹上他几轮，我再派人把他们抓起来。你是懂作的呀！哎呦，卢公子，明年去了户部，还望多多提携呀。切记，事情做得要干净些。夫人，马儿被害了，一定是那些人干的。这些个狗官，便只会欺负老实人。东家怎么还不回？夫人，你受委屈了。没有了吗？走回去便是。吕风、陆郎，随我回家。是，夫人。挺见一姑娘，却跟她的狗男人一般。这般硬骨头是要做给谁看呢？小东家说不定早死了。王丽，找人的事情无问题了吧？自然无问题，并未提起卢公子的名字。哎，本公子到时候可不想惹一身脏水，且记着，我今日并未来过汤江府衙，是在屋里头温书的。王丽也听说了吧？明年我要入仕户部，是要做官的。为民请命，这一遭，这酒水的生意便该重新回到汤江城了。州府大人嘱咐过，切莫要动了小东家。
此举会不会发生什么事端？哎，小东家去了边关，就算他是国姓侯那面的人，又如何呢？这出戏演得很好，查不出的。汤江城徐家坊醉天仙喝死了8个人，可我的酿酒猪卖假酒，你不得好死！你别血口喷人！哼，人都躺这儿了，就是你们这帮卖假酒的害死了人！徐乐，我们不过是想好好生活，为何总有人来欺负我们？豺狼不管饿不饿，都会吃人，因为畜生是不讲道理的。我们能做的，只有握紧手里的武器。如果没有路，我们就自己走一条路。如果这世道没有路，我们便自己造一条路。官爷，这是何意？你们私人恩怨，官府概不干涉。官家难道连聚众闹事都不管了吗？我先前跟你说了，只要你交出3000两银子，再把自己的酒坊庄子都关掉，便当是破财消灾了。现在这局面也是你自己造成的，况且今日又死了10人，你这个女娃娃，硬起个脾气给谁看呢？当家的说了，做人莫看世道，全看自个的良心。狗玩的酿酒徒，你今日走不得了。夫人，我们怎么办？动不动刀？若是现在出刀，后头的这帮子官差定会借刀杀人。哼！不要忘了，当初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。对，我吕凤本就是一介棍夫，一个烂到泥巴地里面的棍夫。夫人，站在后面即可，莫要伤到身子。各位，若是让出这条路来，大家就相安无事。各位要是有意为难，我手中这根棍子怕是不长眼睛了。狗儿棍夫卖假酒，害死了人，杀人偿命。今天一个都别想走！哼，你们东家不在，今天便剐了你们几个！闪开！今日你便说一句晓得自己错了，明日再去官房写一个赔偿公证，银子嘛，大可好商量。明女无错。尔等记得，今日欺我家夫人，连一个都不饶！哼，还有你，为官不仁，等我东家回来，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们的私人恩怨，官府拒不插手。给我挑了他们！是。
让开！若是不让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宽爷，我也不想为难他的，是他不肯认呐。我便多喊了些人来。宽爷，不要怪我们惹事儿啊！哎呀，我讲过了，这是私人恩怨，官府概不干涉。他们杀了你，我也不能插手。你若今天说了认了，事情也过去了。只要他敢认，我就能按律法抓人。明你无罪，你说什么？说讨饶的话，还是把徐家庄关了？嘴还真硬啊！哼，今天看谁还救得了你呀！兄弟们，抄家伙！你今天必须给爷磕一个，你磕也得磕，你不磕也得磕。一群欺软怕硬、助纣为虐的狗妇！动刀了，小东家，回来收尸吧。动刀了，待会儿洗地可要洗干净了。徐老，我没顾好庄子，但我也没给你丢人。他妈的，敢在我的地盘装神弄鬼！兄弟们，动刀，把他给我杀了！越动会死。虎哥，小东家来了，不行，我得走了。别动！你是谁？跪下，然后喊“恭迎北伐大军入城”。喊！恭迎北伐大军入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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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心中自有百战刀，才不惧化作青烟。横戈跃马在河边，身后沙城已成山。千里之敌先天，唯有待我来斩断。为君折了剑鞘，我不管你是谁，是你先杀了人，闭嘴！灭了荣心，只拔了切口。若是他翩翩，若是战胜地，是吧？不是。
大人对你说的话你没听到吗？天凉了，别着凉。是了，我没事的。这些人欺负你，对吧？不会再有下次了。你是何人？为何要帮你小东家？江山勿扰烟雨遥，说10年一见，战皇朝。10年一见，战皇朝。走，跟我去见小东家。方才你便一直站在旁边不去帮忙。你好像又要帮忙。要是小东家没回来，定然杀了这几个狗官刁民。可是小东家回来了，这一轮只能靠小东家自己忙。你猜猜小东家会不会杀了这几个狗官刁民？不知道，但我家少爷希望他杀，这样便没了退路，就能安心跟我家少爷造反了。主子虽说要逼一逼小东家，并不想他杀，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做。你说我庄子的酒喝死了人？是他们这些刁民和棍夫谋害难民，嫁祸于你。我等也是被骗的。所以这些人不是棍夫，而是罪人。是，他们该死。陈胜，把这些人都带到城外去，签字画押，一个都不要放过。日后去总司法录个公证即可，就用他袁桃的名字。是，东家。张洛，给袁桃写封信，告诉他，大纪的官为官不仁，这样的官是杀还是不杀，让他自己决定。但若是再让我看到他，就别怪我不给侯爷面子。这件事我一定要个说法。是，东家。陈先生，把这个狗婢给我调到城楼上，我要让汤城的4大户还有这帮狗吏们都看看，惹了我徐家庄的下场。再有下次，我必杀他们。是。卢子忠，好久不见了。我明天便要入仕户部，并非白身，你不能杀我。这便是户部的官派。四虎，五哥，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狗东西！卢子忠，我有无说过，再让我见到你，我便抽死你！主子，情况如何了？卢子忠被抽成烂粽子，差点死了。其余的刁民被杀了，但是小东家一定要总司房报备。不过用了您的名字，
还有这个狗官，小东家吊在城门上，冻了1个晚上，他还不解气，说要主子决定留不留他们。还有吗？还有，小东家说，主子说要帮他看着庄人，你食言了，他很生气。他难得霸气一回啊！对了，他骂没骂小海棠啊？没有。小海棠也说帮他看着庄子，凭什么只生我的气啊？主子，这个事情会不会太大了？在边关生死一轮，救了大纪半个江山，如今回到内城，却发现自家的盘子差点被人摔了。那几个狗差跟杀人越货的流民本就该死，他要是当街杀了，我也保得下他。但若如此，他会被朝堂的人盯上。我没看错人，他不是个杀人眼红的狂徒。主子，暮云州的神医李望儿过几天会来这里为您治病。时间终究还是不够用的。顾英，我要去见一下圣上，你告诉小东家3日后来见我。是。我儿，哎呀，我儿呀，哎呀，老先生，我儿，你总算是回来了啊！老先生，可是打了胜仗了。老先生，你识得我？你是我儿。哎呀，这位老先生说你是他儿，在边关打仗，我觉得有些蹊跷，便暂时把他留在了庄子里。老先生，我不是你儿啊！不，你就是我儿。我儿李破山镇守庸关10余载，6000人至北敌，血战方休，700里无援军，有难关头，血色漫天。灭我大计者，并非北敌人，而是我晋朝人心中没有了长城，没有了长城。三位，这是他爱喝酒，尤其是爱喝醉天仙，每喝醉就爱讲述这边关之事。我听了久了，便觉得他口中的人似与你相似。三位，我们把他留在庄子里吧。徐郎，边关如何？大家都还好吗？怎的就只见你们几个？这一轮边关，我带回来400营兵，还有一些新的朋友和故人。哎，走，可是饿死我了，待会儿要好好吃一顿。喜娘，夫人，太好了，喜娘，日后你就一直跟着我们，
这次我绝对不会让你离开庄子。夫人，我没事的，喜娘，回来就好。阿弟，喜妹，你们都长这么高了。夫人，哎，喜娘，你带着孩子们去歇息，稍后我做好饭，你们便一起来吃。喜娘，来，我们带你们去。来。陈家桥见过萧嫂嫂。陈先生有礼。萧嫂嫂好，魏峰见过萧嫂嫂。我要吃包子。好，我去给你们做包子。嫂子。烤鱼。哎，圣哥他。我些借口来回打转，你听了一会儿却什么也没说。我知道你想解释，也知道你不能，所以那些话只能留在你看，不打紧了。等一等，天还没亮到尽头，你怎么哭个卵！这不回来了？我这不是怕你回不来了。放心，死不了的。我这不还舍不得你跟孩子呢吗？啊！等一等，这条路还没走完，你怎么就这样走了？别走就让我看你开始的样子。小薇，你今天在雨中的样子真的很帅。徐郎，帅是何意？就是女中豪杰，英姿飒爽。徐郎，你去边关学坏了的，油嘴滑舌的。那没有，我是听吕风路劳说了的。你把那几个滚夫流氓打的是满地乱爬呀。男儿离家打天下，总会有顾不到的地方。徐郎不在的日子，我总是想着徐郎说的一句话：在这个乱世，要想活下去，终究要靠自己心中有一口气。采薇，我现在是你的小迷弟。徐郎又说听不懂的话。我说真的，我对着月亮发誓。采薇，有心事？徐郎，虽说现在庄子壮大了，但是徐家峰住不下这么些人，我们还是要另寻地方才是。那无妨，我已经去过官访了，把后山那块地给买下来了。这些营兵不宜住在城内，以后将他们至后山。闲着的时候就让他们酿酒。你说这么多人酿酒，得赚多少钱呢？徐郎，莫非是要买下汤江城？买啊，我答应过你的呀。当真？当真。风在酒炉间吹，带着未能说出的一杯。
暗影深处埋着来不及回望的余味。是谁把心点亮，只为照见一线虚伪？陈先生，自己人。小东家，你说你每次来，能不能走正门啊？我家主子叫我来告诉小东家，现在不要乱跑。如果有人问关于边关的事，你就告诉他去收狼皮子。吴英，怎么了？朝堂的狗官答应了北狄的议和。议和？生死边关一轮，好不容易才围下了10几万北狄大军，朝堂要议和？要议和？那些敌狗困死多少了？赵青云领了朝堂的令，缴交了武器之后，运了几百只的粮草回去。老子们打生打死，好不容易困住那些敌狗，赵青云这狗货，大势之下，人如蝼蚁。小东家，主子说，现在做什么都不是时候。我家主子已经入殿了。侯爷入殿做什么？求皇上不要议和。你的主子在呕心沥血的布一个局，不过朝堂上那些老狐狸，怕是没那么好对付。主子真的没有看错，小当家虽然不在朝堂，但什么都知道。小东家，我说过的，只要这大计还在，我便要救。救得了的我要救，救不了的我也要救。我是吃大计的米粮长大的，他没让我饿死，我便要拉他一把。我家主子说，3日之后，请小东家去长阳，陪他下一盘棋。我也说了下棋，最好真的是下棋。侯爷，咱们别跪着了，咱们回去吧，老奴替您不值啊！停！相父，他还在跪啊！让他跪着吧，陛下。我大计
乃仁义之邦，放了那些北狄降军，自可以德服人，万国朝贺。朕都听相父的。朕的这位小皇叔有些无理取闹了，他还拍了太监偷偷递的血诏，说我大计风雨飘摇，岌岌可危，百姓千里逃荒。哼！哇，陛下，他是在图谋兵权啊！嘿，朕可不笨，百姓要是种田没粮食了，为什么不去捕猎呢？皇宫狩猎场的狍子、麋鹿，很肥美的呀。陛下说的没错。若不然，来长阳城开个小铺子，也不至于饿死吧？陛下，肯定是那些百姓们过于闲散啊！朕当然明白。没有粮食吃，难道就不能吃肉吗？陛下真是英明！驾！圣上说了，谁敢传话，便让我杀了谁。你虽是阉人，但为官一场，亦是多年老友，你可不要执迷不悟啊！国姓侯冤逃，入殿觐见。你来人！侯爷，大家都说侯爷是忠臣，去年之时还帮我等这些阉人谋了福，无人帮侯爷，我等来帮你。你叫什么？侯爷，奴叫小半路。小半路，回去吧。奴不走。大计可以没有奴，但是不能没有侯爷。奴愿意赴死。大计贤侯冤逃，入殿觐见。大计贤侯冤逃，入殿觐见。袁陶拜见陛下。若与北狄议和，我大计危在旦夕，恐有颠覆之祸。袁陶拜见陛下。若与北狄议和，我大计危在旦夕，恐有颠覆之祸。
民心难伤，双染鬓发，志为肯降。就见藏锋，孤勇一枪，不求封赏，只愿民康。西为灯，古为城，燃我热血照四方。西为灯，古为城，守我家邦盼天光。西为灯，古为城，半生孤勇赴国殇。都督，那位侯爷似是一夜白了头。黑鸦起，天下虚，这恐怕是恶事之兆了吧？少爷，往年也有黑鸦。再说了，小东家刚打了胜仗，怎么会是恶兆？小东家这一场翻身仗打得确实漂亮，卧龙要出坛了。不过这一次，我不想夸小东家，我想夸夸小桃桃来着。少爷似是不高兴。他深受其毒，他本是我大计最后的壁垒。他若倒下，我应该高兴才是。可一想到他一袭白衣胜雪，立在寒风之中，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？你说他这顽固的性子，一条路走不通，就不能换条路吗？我也想不通。常威，带我去见见小东家吧，有些话我需要当面与他讲。听少爷的。陈先生，你看看我这庄子如何呀？我凑巧也略懂一些看山之术。哦，说说看。东家，此一处地方，山峦往北而攀，风吹过林，如伏虎吟啸。我们眼前这处汪湖，池清无波，鱼肥沙盈。在我们看山术里，这可以称为养龙潭。东家，此乃卧虎藏龙之地，要出帝王之人呐！陈先生，这些话慎重啊！我知晓的。这陈家桥哪里都好，就是一开口便是造反。就！木哥，那卖米的又奇奇怪怪的等着了。你家少爷来了，要不随我去见见？先前已经见过了，少爷让我好好跟着东家。我是侠儿，平时不好露面的，东家自己去就行。四虎，骑着你的马儿，随我去见见那卖米的。好嘞，木哥。走，就。木哥，四虎兄弟，我给你带来肉包子。
我知道你不肯见我，索性我自个儿在这等你了。听说你骂了小桃桃，食言了，可为何没有骂我？因为我本来就信不过你，我也懒得骂你。小桃桃的事你知道了？知道了。他中了毒也就算了，还在金陵殿门前跪了一夜，跪得白了头。我真想当面亲自狠狠地骂他。骂什么？骂他天子第一号大傻子。小东家，你说他要扶什么救什么？这烂了根的王朝还有几年活头？我倒是觉得侯爷忠义，我很佩服他。我也佩服，这天下许多人都佩服他，连带着那些杀官的侠儿，知道他去哪个城镇，也会自行绕开。小东家，我问你一句，你下一步如何？小东家，我问你一句，你下一步如何？我若说，我接着酿酒，讨个生意。这可是千人私兵公正。我听说这次你从边关回来，不仅带着400-500条好汉，还带着千副武器袍甲，另外还有20万两银子。这样，你可还愿做酿酒徒？不瞒你说，这祖传的产业不可欺呀。你可别胡说了。你自小父母双亡，你和你那个怪物弟弟都是偷吃偷喝长大的，哪来的狗屁祖传产业？常少爷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如果哪一天小桃桃死了，你又会如何？不如何？接着过我的小日子。你又在藏着掖着了。这整个王朝8个定边大将军，至少有6个希望他中毒身亡。你查不出，也查不了这个毒是谁下的。这份毒，说不定是这帮狗东西一人凑了2两去西域买的。莫让我查出是谁凑了银子谋害小桃桃，有一个算一个，老子背着我的霸王枪全给捅烂了。朝中那帮人怕侯爷，这怕的久了，便没来由的生了恨。这大概就是人性吧。小侯爷威名在外，只要他愿意，出了长阳城去西边疆，振臂一喊，也能再凑个10万大军。这朝堂上的人都希望他活着，又希望他死。那你呢？那你呢？我可没凑银两。我这辈子最精彩的就是有这位老友，道路不同，他想往前，我走了岔道。可我俩心底都知道，我们这老友，我明白，他也明白。对了，顺便告诉你，你那位老朋友赵青云又攀升了，现在是镇北将军，5三品，差1步封侯。我记得还是上一任是那个不世名将李破山，现在让这个狗东西定了位。我听说还有个老将军，他如何？连勇
陆离王的首级足够他重新编制一个阵营了，有军饷，还有粮草发放。我可从来没想过，你这边关可玩得真精彩。运气好吧？你爱怎么说便怎么说吧。那日四大户派人为难小夫人，我没让常威动手，就想看看边关后你是否变了。常少爷，我若说我一直未曾变，你信吗？我也不与你争了，小东家，替我办件事。这500年的老参来之不易，帮我拿给小桃桃续命，莫要提我的名字。我就是不说，侯爷也猜得出来。明日我便启程去长阳，你放心，东西我一定带到。我呀，不像某些人，去说话他不算话。小东家，你也别指桑骂槐了。小夫人的事，算我欠你一次，日后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。不送了。妈的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破敌将军赵青云雄韬伟略，守将有功，着即册封为武三品镇北将军，钦此。谢主隆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征北将军赵青云护卫河州有不世之功，赏夜明珠2对，黄金1000两，绸缎1000匹，麾下者效封营，拟为1等护国营，可自行征募兵丁。钦此。谢主隆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公公，陛下还需去御书房批阅奏折，就不见你了。征北将军，请回吧。征北将军须记得宰辅的话，莫要忘了日后你是谁的狗。公公放心，末将记得。玉，嘿，弟妹，许久不见啊！这几日入都城述职，便想着来看望一眼。毕竟在边关之时，与你们可算老友啊。喜娘，我们走。喜娘，莫要躲！那日在河州城，若是知道你在难民堆里，我早该去帮你的。狗东西！虎哥，那日在老马场，我与你可是共饮一坛酒的啊！造孽呀！虎哥说过了，你要是再来，就打断你的腿。徐兄，实属误会，我此番回都城述职，不过顺路探望。探望什么？自然是故人。哼，这哪里有什么故人呢？边关故人，我可还记得，当初我还是个筒子营的小校尉。我认识的赵青云，是3千筒子营不畏生死，
也要向河州求援的小校尉，但是他早就死了。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大计的征北将军。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大计的征北将军。徐兄，我对你未曾变过。我知道，这发达了不回乡，犹如衣锦夜行。将军好不容易着伤了，连个道喜的人都没有，来我这儿无非讨个口彩，那无妨。我徐牧恭贺将军高升啦！徐兄，你这又是为何呀？我讲过了，我并无错。我赵青云生来无权无势，我不想一生都是如此。更何况，当初我从望州跑到河州去求救援，那望州都快被敌人打烂了，可有人去支援？可有人在乎？万千百姓在乎。你现在心中有的只是你的滔天权势，别扯那么多理由和借口。好，即便如此，那人往高走，水往低流，我一步一步往上爬，莫非也是个错？还是说，王侯将相生来便是有种啊？你若是一步一步堂堂正正的往上走，我徐牧自然无话可说。但你不是，你是往上爬，是像狗儿一样往上爬。住口！徐兄，你对我有恩，我赵青云并非是寡义之人。这次得陛下赏赐征北将军，也不过是想与你分享而已。赵将军，你走吧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俩再无瓜葛。如此割袍断义，好，我欠你一恩。你日后若是有难，别来河州寻我。你我的路不同，或许早该注定这一生不能共饮了。但在我赵青云心底，你等同于无地。他妈的！先前找我要军功的时候，一口一个徐兄，哼！现在当上将军了，等同于无地，么狗东西！徐郎，莫要跟狗夫生气。蔡薇，这件事终归还是怪我错信了这个狗夫，也没保住老马场的人。徐郎，这世上有许多人都不懂你，有的人逼你造反，有的逼你入朝堂，但我自己心里清楚，自己的命终究要抓在自己手里，莫要什么事都自己扛着。你已经很累了。蔡薇，我不可。徐郎，我能做的就是帮徐郎管好庄子，酿好酒，多赚些银子。这世上有很多事都是如此，很难如人意的。蔡薇，不管日后如何，
我定会护你一世周全，让你这一世安稳无忧。好了，徐老，咱们的日子不是越来越好了吗？你猜，醉天仙现在有多少担子了？2000坛，是5000坛，才让那些官家和周边的富户喜欢的紧。哦，上次有个掌柜突然留下了一张请帖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有空一起喝喝茶，烫江城四大户。长夜漫漫，多少云梦尘。子忠，喝药汤吧。三叔，听说是送去了请柬。送了。为何要送啊？他就是个破落户，够胆的话，等明年我入了世，过了春，便是那小东家的死期。他有国姓侯府相帮，那我便去拜萧宰府。想要攀附当朝那位宰府，以汤江四大府底蕴是远远不够的。子忠，如若不然，我便捅到总司房，说小东家在内城杀了人。三叔，那总司房是谁要设的？是国姓侯那个天下第一官房。该死，那个小侯爷如果死了就好了，他死了，就没人罩着徐木了。那日，雾云州的神医李旺儿从侯府出来，便被人拉着问了。原本是不想说，但被人抬刀一下，便什么都说了。说了什么？他说国姓侯怕是过不了这个冬天了，身子重的便是寒毒，又受了寒霜之气，身子会活活的冻死。哼，早些死才好。那个病老鬼，侯爷是大计的柱梁，可不能倒。连你都明白的道理，好多人都不明白。唉，一群蠢材。若是国姓侯死了，这大计会乱掉的。师傅，这天下会乱成什么样啊？会乱成什么样？官吏们中饱私囊，百姓将苦上加苦。不出3年，北狄将吞并我们整个大计。异族来袭，继人将不再是人。师傅，我等该如何？侯爷不会弃天下于不顾，我们留在内城，跟着侯爷救天下。救天下，救天下，救天下。师傅。国英，离王儿走有100里了吧？做兽旅，应该都有了。这一路应该有不少人拦着他问吧？
明年春天的事情，不出名时，便会传遍整个长阳。主子，要不然我们先回沧州吧。回不去了。所有人都希望我死，我死了，大气会乱，天下会乱。归英，我在下一盘棋，这盘棋已经开始了。主子，听说天气骤寒，从边关逃来的百姓又冷又饿，死了10几万人。朝廷怕生出事故，就拨了20万两的赈灾银子。我们的兄弟查了，留到赈灾司的不到5000两。这个寒灾好像当年一样。我还记得主子当年20有4，手持上方剑，斩杀123位狗官，满城的百姓跪在官道面前，说主子是个天下第一贤侯。侯爷，小东家来了。侯爷，你小东家，归英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走。昨日入了殿，不知为何突然间有些事情想不通，这丑的头发都白了。或听顾英说，侯爷中了奇毒，应该是西域那边怪异的毒散，毒性比较慢，不知道在哪儿被下手了。等发现的时候啊，已经晚了。小东家，我在大计上有威望，不管是暮云州，还是沧州的定边营里，都有我带出来的军将。小东家，你那10万老兵户如何？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，才把他们请出来的。这是大气的死绝关牌，从司法那里花5两银子买的。侯爷这是个侯爵，这死绝也能买，自然买得了。即便是给你买个伯爵，也不过20两银子。当然了，若是其他人要买官爵，单一个子爵位置，估计10万两也未必能拿得到手。
能让我做这件事情的，小东家你是第一个；能让我做这件事情的，小东家你是第一个。侯爷，为何要给我安排个爵位？这不是爵位，而是一个身份。边关那一仗你打得很漂亮，只可惜在朝堂上我也无法左右。小东家，算我对不住你。这段时间暂时不要动，有什么想法都不要动。学小海棠养兵4、5万，还是在卖粮食。原来侯爷都知道。这段时间你切莫做出格的事情。另外，我答应你的，便是给了你。我说是整个内城，哪怕是整个大街，谁也抢不得。朝堂给不了你的，我愿讨给你。多谢侯爷。小东家，随我去看一位友人吧，顺便喝上几杯，暖暖身子。小东家，你可知这位老将军是谁？说起来，和你有些渊源。我印象中，似乎并不记得认识这位老将军。李如成，大吉定北侯，也就是李小婉的祖父。他知我病重，特地来探望我。另外，也想来看看你。徐牧拜见定北侯。啊，坐。来，大家同意。这一轮北敌人寇城，若非是小东家力挽狂澜，说不定这河州城早就沦陷了。袁老弟，这样的话以后切莫再说。朝堂上下都知道，破敌的首功乃是征北将军赵青云，只差一步便可封侯。这些话不过是在酒桌上的逗趣。老侯爷应当知道，您的爱孙小婉姑娘，可是这位小东家边关2000里送回来的。听说你懂奇行之术，不知是哪位高人教授兵法？总不能告诉他，我曾经混军事贴吧，混到了15级吧？我12岁的时候，在汪州城外遇到了一个钓鱼的老翁，我帮他补了线，他送了我本兵书。你一个望州的小棍夫，怎么会识字？其实，那是一卷老图册，我一边看一边琢磨。那兵书呢？似乎上茅厕抹没了。哼，
老侯爷，我说过，这位小东家是一位大才，我可不敢瞒你。再者，我和小东家关系甚好，等同于是我的内弟，所以有时间就该多多走动。左右，我弟弟也是小婉姑娘的熟人。今日外面下了雪，袁老弟还要注意身体啊。承蒙老侯爷关心，来，大家同意，来。老爷子你也见了，说说想法吧。侯爷是想让我入朝，我知你不愿意入朝堂。天下人都知道我袁桃没时间了。听说你在北关大胜的消息，我差点忍不住要入殿替你争功，至少也是个小将军。但是我忍住了。我想通了，这段时候你不宜太过暴露，会树大招风。那侯爷还撮合我和李家姑娘。小东家，你可知李如城的定北营有多少大军？至少有5-6万人。从未想过李小婉的祖父竟有这般权势。李如城今年60有7了，即使是身子再硬朗，依然熬不过天年。他3代单传，他的儿子李说墨又不成器，所以你别看他一脸倨傲，他想找个好孙女婿，比谁都着急。入赘这一轮，我不过是给你铺好了桥，你要不要走，还得是你自己个儿决定。但我想说，你成功娶了李小婉，跟着去北边争一番军功，如果有一天李如城死了，你便是定北营的3军主帅。但李说墨他会愿意？别提他，前几年他跟着入了定北营，2万正规营被5000马匪打得丢盔弃甲，他的名声早就烂，没有一个士兵愿意跟着他。说是入赘，那我的庄子，我的小碧七，还有青龙营的兄弟们，是不是都得弃了？差不多在你得势之前，李家人不会让你养死兵。我在望州的时候，有50个庄人，其中有个老佃户，跟着我建庄子，打山匪，退敌人。我许诺要给他养老送终。可是望州城破之后，火入了内城，却把他们都留在了河州。最后只有一个寡妇和2个孩子活了下来，其他人都死在了河州。每每夜里，我还会梦见他们。小侯爷，你说我徐牧是一个忘了初心的人吗？自然不是。
既然我还未忘了初心，我便不会再抛下庄子，抛下庄人，更不会抛下我的小碧琪。你说的也对，要是你忘了初心，怕是同那个赵青云一般。只是你以后要走的路，恐怕会很辛苦。我很好奇，小东家你没有野心吗？什么野心？像小海棠一样的野心，像小海棠一样的野心。说好听点，便是为国为民，改朝换代；说难听点，便是想坐上那把龙椅。我的野心不在于此。那看来是我猜错了。你前半句倒是猜得挺对的。小东家，你是个很妙的人。或许是我太着急了，我早该知道这天下间的傲骨，小东家你独一份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生你的气的。这条路不通的，那便换一条吧。小东家，今年的雪下走了，雪下的早，便又要捅死一些人。早些年，我一人斩了123个贪官，所得的赃款全都换成了暖泡和热汤。我只觉着我如同火正司一般，四处救火救人，却还是救不了这个大气。小东家，这2日是北地使臣入长阳的时间，打破北地13万，无人能想到最后是这样的局面。朝堂上的那些老狐狸肯定要说，我大计100多年，何尝见过北狄人入长阳？那必是万国朝贺。好一个万国来贺！敌人入朝，无非是为了那8万俘虏，只有傻子才会觉得这是一种荣光。朝堂要议和的事情，你知道了吧？打了胜仗，反而要议和。那些跟我去打仗的人，难道就该死吗？这世道不管黑的白的，只要是想救天下的人，都不该死，都算是一场英雄。可他们已经死了，所以我们总要做些什么。侯爷，小东家，你且记得，倘若哪一天北地使臣死在了大街，朝堂想议和，也议和不了。你先回去吧。这段时间莫要生事，就算是生了事，没有让别人知道是你做的，就算是我，也不要让我知道是你干的事，懂了吧？
敌人来了！别走，不是我们大义，难道真的要亡了？把我击中了吗？别走啊！想想，我怎么能保得住怎么办呢？难道大旗真的要亡了？他们发起狂来，大开杀戒，那全家老小就亡了。妈的！我乃北狄特使前来觐见，你们还不速速退开！木哥，东家，狗日的北狄狗，怎么会来长阳？莫不是来议和的？木哥，要不就杀了他们！别冲动。听闻我大晋朝欲与敌人议和，此乃人神共愤之时。边关勇士血迹未干，300万难民流离失所。奸相萧元禄把持朝政，疑惑幼帝，一切奸徒何敢称相府？含得人间一场血！齐我王朝复清明，立张无水，立李长晓，此剑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怎么办？这年头，敢挡着北狄使臣朝着皇宫死谏的，恐怕也没几个。这些草原敌狗，是我中原之地，还如此放肆！妈的！我们可是北狄特使，可退啊！退后！把他们的尸体交到城楼之上。这些人可以当众杀人。他们要入室，怎么办？会众人抱信者，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。似乎速一起上。陈胜，你赶马车，我和虎哥抢回遗体，立刻赶马车离开。是，督教。吴哥，你怎么有这个？不应该的。不退，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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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，不退，不能退。不许你们侮辱死谏的官员，我们不会退让，不让，不退，就是不退，不让，我坚决不退，我不退，不退，不退，大家不退，不退，我杀了你们！不退。江山务龙，烟雨口，10年一见，斩皇朝。哪来的剑呢？江山务龙，烟雨口，10年一见，斩皇朝。草原的狗也敢入我中原？队长，这些侠儿怎都不怕死啊？这天下丧了，终归要有人扫。皇帝不去当，官军不去当，偏偏这群侠儿来当。木哥，去救吧！
别急，紧急行事。胡哥，那位剑师跟那位将军似是宗师水准，我们要是没有把握，一旦身份暴露，整个徐家庄都会受到牵连。况且，就算是伏杀，我们也该选个适合的地方。这里是朱雀大道，离着皇宫这么近。陈胜，你变得沉稳了。东家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所有人立即搜寻叛贼余党，杀我大晋有帮者，当斩！木哥，走！糟了，有叛徒！诸位，逃！木哥，是那群小儿。啊！东家，4只中了毒，都死了。东家，那还有一个活的。是你救了我。你可知我是何人？救我，就不怕惹来灾祸？不怕。方才在路上，我还救了一个和老先生年纪相仿的侠儿。想来是那个老东西，他也遭了黑手，中了毒，已经带上了。等回到庄子，我会给他请最好的名医。你年纪不大，却有一身虎胆。我只是奉劝你，切莫要与我等染上瓜葛。老先生的所作所为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尔等是大义之士，我不能不管。看来你不是个看客。好啊，好啊，我大计尚有好儿郎在。敢问老先生，北狄使臣究竟是何人？胡延车，北狄陆离王的长子。听闻老夫在边关被人杀死，为了报仇，便自告奋勇，做了使臣。他想报仇，定然是为了报仇，带着5000敌狗做了使臣。过了河州之后，便立即下手，屠了半个漠南镇。既然是使臣，便应该有大骑军队跟着，他如何能屠了漠南镇啊？若是大齐的狗
军官视若无睹，又或是呼延车给了不少银子财宝，收买了只是为了泄愤。应当是沿途以来逃难的10几万难民，他起码杀了上万人，而且他还将4000人留在老关之外，仅凭1000骑，却依然杀得毫无顾忌。据说人头堆满了3座金棺，只为祭奠他那狗父。那些当兵的在干什么？官军，官军在看，更可能在笑。这是怎样一个烂了的天下？我便说句难听的，若是那呼延车能平平安安地回到北狄草原，我中原的好儿郎便把这脸皮撕了吧。那位边关名将李破山，似是死在他的手里。望州那会儿，这狄狗呼延车便是破关的先锋。他们何时返回北狄？先前有情报说，这呼延车7日后便会返回北狄。我欲灭小郎君，但凡有一口气在，我都是恨不得将他杀死，杀死。7日后，或许是我截杀呼延车的大好机会。啊！我的腿啊！你剑有毒，我请了汤将最有名的名医，毒去了大半，但是你这骨头还是留下了残疾。我诸葛范一生钻研剑道，教了无数侠儿，怎么也想不到会被自己人给卖了。今日救命之恩，诸葛范，改日再报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杀人。杀谁？那北狄使臣我杀不得，但我还能杀出卖我的人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杀了他，你还能活吗？你就在我的庄子养病，什么时候养好了，什么时候再走。到时候你杀谁干什么，我一概不管。小东家，何必在意我的死活？因为有个人说过，想救天下的人都不该死。我原以为你是个过客，现在看来你不是。我不过是讨个活路罢了。小东家不仅有头脑，还有魄力。如今我废了半条腿，形似废人，但我诸葛范不是废人。小东家，你过来。
好啊，好，果然是个苗子。如今我有30剑法可以教你，这3招你若学会了，便可救你于危难之间。你可想学？啊不，你不能拒绝。我当然想学。好，跪下。啊，小子，这是我的绝学，你要想学，就得拜我为师。你可愿拜我为师啊？我拜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。你且记住，剑乃诈气，不似刀，只懂得横劈竖斩，又非似棍，寸长寸强。你来挡我啊！若是刀，出力发沉，不易掌控方向。我们使剑呢，主打一个诈字。我若出剑，以挑，偏偏此剑变挑为刺。当然了，要是遇到了高手，就不能这么玩了，打不过咱们跑嘛！啊，还有你兄弟司虎也可以来帮你嘛。小东家，你且看好了，我只教你这3招。第一式，这一式主打一个出其不意。第2式，这第2式绕3次，进攻时手腕有一次变招1轮，换手又有1轮，再加上你先前刺出的那1轮，以你这半死不活的身子啊，总共有3次变招的机会。这一式足够你练个7、8年了。大道至简，剑为诈。你若练到熟了，便能得心应手。小东家，你来刺我，出剑。我这刚出剑就被你送入鞘中了，所以说这便是诈。这一招叫做老狗回笼。小东家，你心中有大义，这一生都注定不会是个过客。孺子可教也，这3天练得不错，是师傅教的好。不瞒你说，我玉面小郎君的剑术在这内城当属第一。这3式你若练得熟了，寻常人等打不过你，若是遇到高手，也能自保3息。记着，打不过，好啊！多谢师傅教诲。东家，那位老先生醒了，说什么都要出庄子，留都留不住。这个老匹夫还是这个臭脾气。老先生，你这是要……我要去报仇。
报什么仇啊，老匹夫？犯什么浑？老东西，你没死啊？废话，你都没死，我凭什么死啊？太好了，我还以为你被前人所害，你交代在那了。是你眼前的这位小东家救了我，你的命也是他救的。谢了。小东家，他就这个脾气，我见怪，并非所有人都像我一样儒雅随和啊。老先生，不如就在我的庄子养伤，待养好了伤再做打算，也不迟嘛。哎，没错，我跟你说，这位小东家可是个酿酒徒，这庄子里不愁吃不愁喝，那酿的美酒更是醇香至极，要是喝上一口，那也是益寿延年呐。什么？有酒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酒也太香了些。这天下竟有如此美酒啊！小东家，你眼前的这个老酒鬼，整个大计，最厉害的铁匠，你想让他做什么，他便能做什么。陈打铁，铁匠，徐牧，徐家庄的东家。我没骗你吧？你呀，就不如随我留在这个庄子里。你可愿收留我们两位老匹夫啊？二位若是想，可以一直留在这里。说是不想再过问江湖中事，我徐牧给二位老先生养老送终。好，是个好儿郎。我儿，跪下。啊？给我们三位敬酒。我儿李破山今日拜师傅诸葛范为二副，拜师傅陈打铁为三副。你要记住啦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与我无二，日后定要与他们养老送终。我儿，喊爹啊！喊爹啊！一个是剑术高手，一个是打铁名将。若是两位宝藏老头加入庄子，我怎么都不亏啊！二位先生，若是认可我徐牧，便把我当作家人，如何？老夫年轻的时候，被人称为玉面小郎君。这青楼的花娘让我迷倒无数，但人在花丛过，片叶不沾身。行走江湖多年，回头才发现，我连个儿子都没有。我这条腿呀，怕是好不了了。这江湖上的事，就留给你们年轻人去办吧。你这庄子不错，酒也甚是好喝。我这一身的剑术，也该是时候找个传人了。我陈打铁打了一辈子铁，这天下就没有我造不出来的东西。可奈何这大计管制严苛，
我这一身本事，他无处可用啊！小子，你有靠山，人手也多，只要你给我提供足够的原材料，你想要什么，我便能给你造什么。我徐墨认可二位都是英雄好汉，二位以后便把这徐家庄当做自己的家。若是瞧得上我徐墨，便把我当成自家儿子。好小子，求你这句话就够了。义父在，叫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这份心就够了啊！那就听师傅的。东家，您这是？三位爹爹，好好喝酒，我还有要事要处理一下。你且去吧，我们3个老东西啊，今日要喝个烂醉啊！来，喝。东家，这出了长阳之后，一路上都是官道啊，恐怕会有狗官军沿途护送啊。东家，这路线我熟。若是这千骑的使臣到了老关，与另外的4千骑会合的话，这基本就没机会了。真要截杀，只能在老关之前的800里路内啊！你标记的是何处？是夜哭河。东家，这夜哭河水势凶险，而且河床内有乱石成堆，这根本无法通过呀。这倒是有趣。若是说这老关之内800里官道，无疑是这安国桥段最适合伏杀。哎，东家，我们不若就在这夜哭河附近的树林里埋伏，若是将来要撤退，便沿着夜哭河一路北上，那里有一片山峦。甚好。赵尊，明日你便带400骑入后山，用马来驮林木，务必早出晚归。啊，东家这是？东家这是在摆迷惑阵呢。哦，懂了。这几日会有来取酒的掌柜，务必让他们看到1、2轮。我呢，去一趟汤江城。2日后，你便带人马上山，从后山绕过去，沿着官道的小路走，在小梅林旁等我。东家放心。陈先生，可敢随我去一趟汤江城？去有何妨？你要去截杀北狄使臣。师傅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先前我说过，那北狄使臣7日后便会离开长阳。如今这7日马上就到了，我便猜到了。不瞒师傅，绝不能和北狄议和。我知道，但你莫要冲动。再者，你不在庄子，别人欺负我怎么办？又或者官府把我抓了去怎么办？哎呀，我年纪大了，好不容易收个好徒弟，你不能有事。怎的？师傅能豁出命去杀北狄使臣，我就不行。虽说白天之事是那老秀才胡闹，但我这几日教你剑术是实打实的。我是你师傅，便是你老子，老子的话你得听。可是这天下脏了，总归要有人去扫。师傅，你前日曾说过，我不是个过客。可是师傅，
自己又何曾不是这样的人？我，好徒儿，我们和你一起去。那崽子回唐江城了。他带了多少人啊？带了10余人。他入城造甚？三叔，他这次入唐江城，借那小侯爷的虎皮，定人又想抽我。哼，给我1年的时间，等我明年入了仕，我定然能搭上萧赞府这条线的。子忠，你又没做错事，怕他做甚？再说那崽子也没有要打打杀杀的意思，便只入了河边的清馆，找花娘吃酒。找花娘吃酒？哦，我晓得了，他这是耀武扬威来了。哼，先前在唐江城被我等欺成了狗儿，这一次搭上了那国姓侯的线，当然要狗仗人势了。哼，他这次若敢再对我动手，我便找人动刀，我砍了他。子忠，如若不然，我们去看看。去吧，我就站在清馆楼下。他要是够胆再去折柳枝，我就让4大户帮我。我就不信了，他那10余人还能吃下4大户不成？这个狗仗人势的贼！哼！李凤，告诉陆老，去找卢子忠，就说我请他喝花酒，让他来一趟。是，东家。东家，东家，东家，那个卢子忠带人过来了。他带人来了，应该是知道我的消息了。也好，省得呀去请他了。哎呀，大人！哎呀，滚蛋！老子今天只喝酒。他在城外买了一块地，现在要风尘仆仆来到唐江城。我今天带了50人在外面，他要是吊着懒的好汉，他就下来抽我呀！哼！子忠，要不要上去啊？我上个卵！有本事他自己下来！哼！三叔，要不是那4个老鬼留了话让我不动他，我现在上去就打他，你信不信？信。三叔，你说话怎这般无力啊？我自然相信，单打独斗的话，子忠能把他吹出花来呀！哎，那是。来，喝酒。不出东家所料，这家伙是不敢上来的。我就猜着卢子忠他不服气。吕凤、陆劳，记住我刚才说的话。东家放心，我会一直守在门口的。他们若是敢进，我便抽刀。东家，汤江离叶窟里有200余里，我和魏峰快一些，1晚便到，2日便能回。不瞒陈先生，我这些日子总觉得有人盯上了一般。东家放心，该考虑的问题，我等都考虑到了。天色已晚，陈先生，你便用轻功带着我从窗口跳下去，
这背后的小河边，司虎取了船等着我。说是有人问起这个傻子卢子忠，倒是做了回证人。哼，估计到时候真有人以为东家你待在这汤江城里吃了2日的花酒呢。无妨。哎，这事千万不能让你嫂子知道啊！哎，我是怕她多想。哦，东家，男人嘛，我懂。啊？三叔，那个破落户还在？还没走呢。我说回吧。走吧。哎，我东家说了，卢公子前些日子险些被抽成了烂粽，若是再做下去，怕是要冻成病老鬼了。哎，且回吧。嘿，子忠啊，都夜了，咱回吧啊。官方都没办法，早关门了。这回个卵啊！我又没事儿，他拿我没办法。再说了，他要想熬我卢子忠输给谁也不能输给那个破落户。哼，三叔，等我明年入仕户部，他逃不掉的。人都到齐了吗？放心吧，东家，都来了。狗哥，东家，那呼延车一路为了泄愤，杀了数百个无辜的百姓。什么？他娘的！敌狗要到了吗？半炷香便会到达此地。来了，弓箭手准备。司虎，你带骑兵绕他们后路，务必拦截住后面的敌狗。好的，木克。哎，东家，那呼延车怎么办？要不要我找机会射杀他？先不要杀他，他还有别的用处。我等所愿，为世间太平，天地有正气，人间有清明。今时无英雄，我等便是英雄。诸位，莫要让敌狗回去。是，东家。狗哥，四哥，上！司虎，司虎，还记得你叫什么吗？木哥，我叫司虎啊。不对，你叫大气之虎。世间无你这般人。去吧。晓得了。我们走。在大气之虎来！
别给我胡言扯！我告诉你，只要我诸葛范活1天，我定杀你！他妈的！上次让你给跑了，你看我这次怎么弄死你！求求你别跑啊！是何人？知道我是谁吗？都这逼样，你装个卵！让我先抽死他！这位中原人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你有什么？我现在身上就有把金刀，我献给你。不，是我的金刀。果然是好刀啊！你听我说，我在塞北白银部落旁5里地的地方埋藏了很多宝贝，你们可要否？哦，我这儿还有一张地图，虽然是一张普通的地图，但是你们要进入草原，没有它，我估摸着走不出10步就会被人发现。这个可是无价之宝啊！你做的好打算，想让我们自投罗网？陈家桥，动手！哎，等等！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你们大计的第一猛将李破山，他没死啊！我能带你们找到他。当真？当真！云关破城那天，我亲自带人杀进去，但是并没有看到李破山的尸体。然后呢？我告诉你，但你得马上放我走。我慕云州的张大麻子向来一言九鼎，你不说，我把你脖子拧断！把你脖子拧断！我说，云关破城那天，我听说李破山带着10几个禁军，在弹尽粮绝的时候跳城殉国了，可是我并没有找到他的尸体。后来斥候来报说有个受伤的将军带着7、8个禁军抢了敌马，奔向了塞外草原，是去了西边那个方向。你既然知道他的位置，为何不派人去抓他？你想，张头领，塞北草原的西边，那可都是沼泽绝地呀！为了活命，你在诓我？没有，我可不敢说假话呀，我句句都是实话，我知道的我都说了。如果今天你放了我，他
他日我必会献上巨财。钱当事，乃命钱。我张大麻子一向一言九鼎。谢谢张大头领。张大麻子答应你的，我徐木可没答应你。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，我要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北狄使臣呼延车死了。是，东家。该死的破落货，都敢来汤江城撂脸子了，莫非我要认输不成？三叔，再加件酒跑。季忠啊，你都加了3件了，都喝了2日了，这狗崽子怎么还没喝死啊？听说那破落户啊是不要花娘的，这不要花娘，他喝的什么花酒啊？三叔，早说了的，是来耀武扬威的嘛。卢公子，这是我东家第8次请你上楼了。哦，对了，路过街路时别忘了折一根柳条哟。闭上你的狗嘴！卢公子，你看你这脾气。北狄使臣的千骑人马被人在安国桥截杀了。外边大呼小叫什么呢？北狄使臣的人马被人在安国桥截杀了。什么？啊，对，快跟我上楼，我倒要看看这小东家在不在。走。走。让开，阿杂货。卢公子，你可要想清楚，若是打扰到东家，你少不了一顿毒打。啊，对，万一他是故意的呢？子忠，怎么会这么巧？那破落户定然不在，若是在的话，早该出来了。咱们要是抓住他的把柄，可就翻身了。三叔，我能否信你啊？三叔别的不说，但谋善的本事还是有的。早些年的时候，有的官府还想聘我做第1席幕僚。好，三叔，我信你。去，拿棍子打他们。若是那小东家不在内乡，那就立刻上告总司法。出了什么事儿我兜着。去。废！我来。让你们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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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人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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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卢公子，你又惹祸了呀！我好心请你喝酒，你不来便罢了，还动手打我的人，你没事吧？没。哎呦，我肋骨好像断了，东家，脑瓜仁也不太清楚啊。东家，一定要替我，可一定要替我报仇啊！下手可真狠呐！
哎呀，我明年若是户部，我并非白身入仕啊！等你入了户部再说吧。卢公子，抱好头，蹲好了，打烂了脸，可怪不得我。准备好了吗？哎呀，这小东家，咱们先说好了，那打人不打脸，日后好相见啊！这打吧。哎呦！主子，护院车死在夜枯林里，办事办得很干净，查不到是谁干的。那具北狄人的尸体如何处理了？听说朝廷用老王宫里葬一番，好生收敛之后送到北方，但中途遇到很多侠士堵了，把他砍成肉酱。哼，解气啊！主子，你猜会不会是小东家？主子，你猜会不会是小东家？切莫乱说。那日小东家在汤江城吃花酒，许多人都看到了。4大户的卢子忠也第2次被抽成了烂葱。整个汤江城，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。我只是怀疑这个手段跟小东家的手段。顾英，你知道的太多了。明年开春，霜雪已去，北狄人又想做寇城之举。强盗来了不打，偏要把家中的富贵相赠，狼子野心，会不报的。顾英，我听说了一些话，说我大计打不过北狄，说我等继人心中早已经没有了长城。那为何朝廷不用一些民工弃长城呢？是心中的长城，心有长城，可护山河万里。对了，小东家呢？哦，他应该在庄子里。有条不紊，干得不错。顾英，我这盘棋，小东家可是一枚杀子。东家，你可回来了？怎么了，胜哥？庄子里来了一帮蜀地商客，想要500坛酒，同时这些商客还带了很多好马，是100匹的西南宗马。我说了，不是会有风雪，便让他们等着东家回来。带我去看看。陈头领，这位是元科，这位是我东家，买酒的事情便与他来谈吧。有劳了。在下刘武，这一轮入内城，听闻这徐家坊的醉天仙甚是烈口，便想着带一些回蜀地。我也听胜哥说了，胜哥，叫几个兄弟去抬酒，记着找几坛好酒赠与刘兄。是东家，不必客气，小东家，不必客气。
想必你也看得出来，我是马贩子。我想着这门口的白匹良驹卖与东家。东家你也知道，这风雪就要来了，马队若是耽误了，这些马匹都得冻死。无妨，这100匹马我全要了。真的是太感谢小东家了，不若我们现在就谈个价格如何？好。小东家，1000两未算，请。不满意便撒手。小东家，莫开玩笑，您可千万别开玩笑啊！这实质可是为10000两啊！是10000两，没错。这样可好？开春之后，列位远客，不管有多少西南宗马，有多少我要多少，价格还和现在一样。小东家，不瞒您说，按照如今的行情，顶多70、80两，您为何要多给20两？哼，我并非是人傻钱多，这是问路钱，算是买个未来。我日后大概需要3000匹马。多少？3000匹。3000匹。这西南马通常都是用来作为战马，3000匹马，莫不是小东家想组一个3000人的骑兵队？敢问，咱们这徐家坊是真的酿酒的地方吗？敢问，咱们这徐家坊是真的酿酒的地方吗？我还没有见过哪个酿酒的小东家需要3000匹马的。远客，我要说笑了，我就是一个酿酒徒。你看我这装子，像是做其他事情的吗？不管怎么说，这笔生意怎么说都是我们赚的。不过我这匹马是一匹好马，比北狄的矮脖子马耐力更好，擅长长途奔袭。同时我这一匹马里面有一匹上等的好马，是烈马，需要认主，若认主则会死户。这一匹马我就送给小东家，不收钱。小东家，您看，他叫封将军。2年前我贩马入暮云州，不慎遭强人要阉，刀都几乎抬不得，身边的10几个驼夫都尽数被杀，唯有封将军，他冒着被割破马腹的痛楚，带着我飞离了10几里地，方能逃脱灾劫，驰行如风，故称为封将军，甚是忠义。小东家稍等，我去问一下封将军，他愿不愿意跟你走。小东家，封将军说了，您身上有征伐之气，不似个庸人，他愿意跟你走。刘兄，我怎么能夺人所爱呢？小东家，封将军如果跟着我，也只是一匹庸碌之马，无甚的作为，只知道贩货到老。但是如果跟着您小东家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我大半生
走南闯北，路过无数个庄子，还是第一次见到像小东家这样的庄子。小东家，当阳郡那边有人聚众造反，围了一个古村子，里面有上百名猎户，个顶个的都是射箭的好手。刘兄与我说这做甚？经商者不仅仅是做生意，还要识人观相。小东家不一样，小东家若愿意前去与我救一救，救下了这些人以后，可都是个顶个的好帮手。你倒是心善。这一路遍地都是灾民，贫苦见得多了，心就软了。我一个跑长途的远客做不了这些事，便想向小东家告知一下。那就谢谢刘兄了。你我相识一场便是缘分。这风雪来临之前，你还替我解了马匹之围。以后小东家若是不想在这内城待了，可以来蜀地找我，也让我有机会能够报答小东家的贩马之恩。刘兄客气了。我这个人呢，平时也不善结交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今日硬是要结交小东家。可能这就是缘分呢。东家，我回来了。陈先生，如何了？东家放心，呼延车的尸体已经吊上去了。那些个狗官军啊，折腾了大半夜才把尸体放下。你们不知道，长阳城内外的百姓们个个都欢喜，就连国信侯那边近2日都摆了2日的酒宴。那朝廷那边怎么说？强征岁贡的布告已经撕了的，我想议和的事情定是他崩。就是明年开春，这北地大军恐怕又要扣城了。好，好啊！来，坐。我听一个马贩子说，西边山上有个苦村子，里边至少有上百个善射的山猎。我的千人私兵公正还未凑满，我想把这帮好手收入麾下。嘿，东家，这些兵交给我带，这个我擅长啊！这帮好手可不是那么容易收服的。这样，魏峰，你先去和他们村长沟通一二，如果好说话的话，我们再进去。好的，东家。四虎，木哥，叫上周尊、周洛。好的，木哥。陈先生，我想我们此次不宜带太多人，否则他们会害怕的。明白，我自己一个人随东家过去。先辈在上，吾今日行魁谷之礼，恳求列祖列宗保猎户村度过风雪寒冬。族长。东家，这里就是山猎村。东家，这肉可不是山兽的肉，这是有人割自己的肉在祭天呢。大哥，
先前和你们家族长通过气，让我们东家和他见一面。尔等倒是守信，并未带太多人来。族长在等你们，请随我来。木哥，这地方好生渗人呐！四虎，别乱说话。我这腿脚不便，不能行礼，远客莫怪。懂的。老人家这是……没有办法，只能求神祭祖了。若不如此，我们很难度过这个冬天。听说你要我等入你庄子做故宫？我听蜀地来了一个马贩，说了村子的情况，便让魏峰来沟通一二。看着倒不像个坏人，也罢，留在这里也是个死。不如你挑几个金庄过去，我记着村子里一共有107个金庄，都交给你吧，只要不饿死他们就行。村里还有多少人？我全都要。小东家，我这村一共有200多人，你都要顾？200？若是还未受发的童子，自然是顾不得；但若是进了我的庄子，我定会给他们一口吃食。好啊，好啊，小东家是我们村的救星。在之前，我们村也是一个好端端的村子，到现在就被逼成了这个样子了。狗官呐！我听闻皇宫中的幼帝想在冬日赏彩雀，可是这天时哪里还有什么彩雀？因此村子的赋税重了50%，就连上山打猎也要先交账税。可是真的，这些个狗官入村便杀了7、8个人，抢走了手皮子，还有肉食，说是要抵税。狗娘养的，一群混蛋！你们怎么不反抗呢？对啊，是啊，他们都是当官的，打了我们还能活吗？现如今风雪将至，村外还有叛军随时侵袭我们村子，没办法，我只能割了自己的肉，祭奠先祖，求先祖保佑我们度过冬天。列位，我只有一言：入了徐家庄，做我徐牧的故宫，我便让大家好好的活着。入你的庄子，又能活出哪般模样？恩公在上，也不曾招呼我们一样。你一个少东家，我们怎么能信你啊？诸位，天公不垂怜，连山鬼也在蛊惑尔等死去。莫要信天公，也莫要再割肉祭祖了。天公若真的生怜，就应该让这树上长满了野果，让河里游满了肥鱼。可这些都无，现在都无啊！所以我讲了，莫信天公啊！那我等要信谁呀？信东家呀！信我们东家呀！诸位，你们若是去徐家庄走过一遭，便会知道在此等的乱世，东家是个怎样的人。前段时间天冷，东家买了一批暖袍，庄子里从老人到孩子，人人都有，都有月俸呢。没错，我记得有个懒汉，这月才变得勤快，就拿了8000月俸。8000？没错，去了就搭屋，和家人一起住，
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劳动者每月还能领月俸钱。而且啊，一日还管3顿饭呢，3顿呢！我这肚子吃的都快赶上我虎哥了。最好的是庄子里有位少夫人，她会教所有的妇人做活，还能教孩子学字。对喽，这么好的庄子，我们还等什么？还在犹豫什么？总不能把我们身上的肉都割完，身子入了土，我们才能醒悟吧？天公救不了我们。眼前这少东家就是我们的恩人。莫要这么说，你们要相信自己，能救你们的只有你们自己。我徐家庄不过是为各位谋了一条让你们自己救自己的路。那我等愿意去。我们都去，对，要追随少东家。好啊，好啊，那还等什么？那我们村200多口人都跟随东家。好。诸位，快些收拾行李吧。若是风雪来了，你们都会冻死的。可是东家，这外边有叛军，若是遇到了该如何呀？放心，我带了迎兵守在外边。若是叛军赶来劫道，我们就打出去。对，什么就打那些叛军。以后若是官府欺负你们，别告诉我，我为尔等讨回公道。对，没错。好了，快些收拾东西吧。1个时辰之后，我们出发。也是你这个坏主，让我等来谋反。现在可好，城破了，我们都没有活路了。你一个教书先生，说什么自己是谋士，连官兵都打不过，你谋的是什么啊？好，如果连一个庄子都拿不下，我等也真的没有去处了。这乃大圣皇帝命尔等献马献粮啊！若有年方28的女子，可纳为皇妃。这人莫不是魔怔了？你们给我听好了，再敢上前一步，格杀勿论！你当真的兵是吓他的吗？你上前2步。是，大王。哇，厉害啊！这些山猎，不愧神射手之名。周三周落，奇行之术，迂回，分割战场。驾！这是奇行之术。你们这些溃兵，根本就不懂什么布局和阵列，不是我等的对手。分开一条路，我便饶了你们。你们，朕记住你们了。在朕东山再起，必然不会放过你们。小东家救我！闭嘴！当阳郡地势如洼地，若慕云州大军来袭，2队人马入山凿雪，引来雪崩之势，则大事可期。偏无人相听，吴甲州、自文楼并非庸碌之徒。待300人破当阳，以大义之名，挟天公之恶，聚拢万人成军。这才孤名，
任庸主，也只知非长久之策。我让你住嘴！再说割了你舌头！先前所见小东家的奇行之法，可是鹤翼之阵，虽是厮杀的好阵，但并无众军坐镇。见我拾起猛士，冲了鹤首，小东家必败。冲了鹤首，小东家必败。此人寥寥几句话，便破了我的奇行之阵，莫非他真是个人才？敢问，这位蒋先生，你们在当阳起兵不到半日，便被破了当阳城，如此称得上谋士吗？当阳破，我亦有过，但更大的过错，乃是一日称帝，3日掳掠与奸淫，既已无了民心，又弱了斗志，怎能不败？有格局啊！四虎，我杀了你！不要乱动，否则我一刀下去，怕是会有点痛。你们谁敢乱动？尔等谁乱动，第一场剑雨，第二场骑兵冲击，你们谁都活不了！吴家中，字文龙，拜见主公。我不过是一内城酿酒徒，以后莫喊我主公，叫我东家即可。我救你是因为我的庄子缺个记账的先生，若是你在庄子待腻了，自可离去。东家大隐于世，无愿追随。说不得你是看花了眼，看上了我这个庸碌的小东家。若无识人之术，怎敢叩拜称主？魏峰，是。待会儿胡先生上马车，天亮之前，我们必须入内城。是，东家。文龙先生挨了这么多鞭，还能这么硬挺，当真是个妙人。那刘阿东在打下当阳郡第一天，便听了一位算命老者的话，列级称帝，定国号为大顺，又拜我为大顺宰辅，就像刚刚东家这般，搀着我走了几步。我并非是假意的。我定然知，我拜东家为主，也并非是假意。怎讲？其一，东家自荒山而来，与200-300村人同行，定然是收拢为村。不管目的如何，总归是人字。接着说。其二，我看了一下东家手底下只有30骑的骑师，面对数倍的溃军，便敢抽刀出马，可想而知，这30骑的人不简单，至少是见过大场面厮杀。而下东家这般人，生于乱世，
若得了机会，定然便是一方的枭雄。你猜错了，我不过一内城酿酒小东家。东家做那酿酒徒，我便做那算账先生；东家做枭雄，我便做那谋士。莫说这些了，听闻先生做过私塾先生，正是教了14年，拢共教出8个家娃，2个探花郎。哦，那可了不得呀！都入了朝，做了贪官，我何功之有？我教人落了下乘，便想着教这天下如何脱去污浊，还人间一片清明。哎呀，莫说这些了，以后你便在我的庄子做一个记账先生。日后我真用到你了，你再穿你的文士袍。愿随主公。叫东家。愿随主公讨食。又是一个犟虫，起来吧。新娘，把他们带进庄内，多准备一些吃食。晚些时候，我会派人送他们去后山。是东家。诸位，这边请。请。徐郎，看来后山要多造一些房屋才是。采薇，风雪将近了，多准备一些干炭。这回冬天应该会很难熬。都备得了，若是不够，我再去买些。来吧，多买些。哎，东家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我听说最近附近有不少叛军出没，你们没遇到吧？陈胜，最近汤江城附近局势如何了？东家，当阳军造反之后，那城外的地方又有3、4个郡反了，被官兵打破了城，许多溃兵慌不择路，逃入了内城一带。侯爷有无消息啊？只听说侯爷这几日卧榻在床，倒是朝堂上那位奸相有些急了，召集了不少营兵，守住了入内城的隘口。再这般下去，恐怕便无人敢来取酒了。叫吕凤和陆郎多带些人马，恭送这几日取酒的掌柜回城。是，东家。东家有无怪我？并无啊。像这种事情，你不去做，自然有别人去做。再说了，我又不吃大忌的黄凤，怎么能怪到你这儿来？只是你点起的这星星之火，恐成燎原之势啊！这一场烧不成燎原之火呀，它只是烧起来了，但并不作数。何况大晋朝还有个小侯爷，侯爷病了的。东家且看，那棵树是否秃了？确实啊。并不是，他只是给你个假模样，等到时机成熟，便会绿意盎然。那文龙先生，我们现在该如何？酿酒卖酒，我讲过了，这场火烧不起来。我只是觉得它太慢了些，所以便点着了。东家现在可以想办法积粮积铁了。你的意思是，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？小子，
这根铁制的管子有什么作用啊？哦，这个是枪管，如果弩箭从枪管中射出，射程最高可到300-400步啊！这么厉害？包在我身上，我有一手淬炼之法，倒是可以造出这个东西。不过，以目前庄子的情况，这个东西还无法量产。这样吧，我先搞出一把，给你试试手感，看是不是你想要的东西。好，那就劳烦刀老爷子了。嘿嘿嘿，无妨，只要酒管够就行。有点意思。走了。东家，大事不好！有什么事儿慢慢说。不知什么原因，后山出现大群的溃兵，都朝着后山在赶。什么？有多少？约2000数。魏峰，点击青龙营的人马。陈胜，召集山猎，若有铁弹弓，也取来杀敌。是，部长。王将，溃军已经冲向后山了，对吗？去了。子忠，这次的事情当无问题，2000人的溃军足够踏平他们后山的庄子了。别忘了，小东家那边可是连1000人的私兵都凑不齐。哎，三叔，这掉链子的事情，我可碰到不少了呀。陆兄，请放心，那2000人的溃兵被我的兵赶去了后山，约莫再等个大半日，我等就去收尸啊！如此甚好，我都有点等不及了。哎，三叔，不如你去折一根枯柳枝如何呀？子忠，你这是做甚呀？鞭尸啊！尹大尉，末将有礼了。侯爷有问，溃军的战事如何？有些失利，那个溃军有事，我等也阻拦不住啊，一时就溃逃了。逃到了哪儿？我也没看清。你当知晓我是谁的人？上方见斩杀123头狗官的事情，莫非是记不清了？还是说，我当年跟着侯爷打下战功，赤峰的5品银刀卫，做的数？会到位，后山。鲁公子，这几日多吃些补药。你动了小东家的庄子，下一轮，小东家可真要把你愁死了。来，我儿李破山，6000人至北敌，那是血战不休啊！你儿正在为溃兵发愁呢。哎呀，担心个甚！来，喝酒。3个老酒鬼凑一块儿了。哎，文龙先生。主公，如何了？主公放心，一群乌合之众，我带兵杀过几波，他们便知难而退。司虎兄弟想要追杀一轮，被我拦下了，放他们走便是。这世道，该杀的不是造反的人，而是逼人造反的人。文龙先生高见。主公，哎，喊我东家即可。有些习惯了。主公有无想过，这2000的溃军为何会冲去后山？你是说事出有妖？
无非是有人想要借刀杀人，想要猜出是谁也并不难。这天下间利益使然，朝堂并不知晓你，自然不会针对你。除此之外，就只能跟主公酿酒有关了。莫不是那汤江第一皮养的卢子忠？莫不是那汤江第一皮养的卢子忠？哼，主公，无论这一轮如何，4大户还是要敲打敲打的。至于那个卢子忠嘛，是死是活，就全看主公了。他有了动庄子的念头，绝不能留他。小子，哪里捡的宝啊？什么宝？嗨，你傻呀！这样牛气哄哄的谋士，还不赶紧上香供着？文龙先生和我是君子之交。君子个卵！要我说，赶紧杀头鸡啊，拜把子酒，哎，必须把它留在庄子里啊！师傅放心吧，文龙先生不会离我而去的。婉儿，你不若杀到那塞北草原去吧，还抄了那个北狄可汗的狗啊！小子，那日你给我的弩枪剑的图纸，我也快造出来了，确实是把力气。要不然，你直接用它把皇帝老儿杀了得了。哎，甚好！来，啊，顾英，内城6大高手，怎么有2个在这小东家的庄子里？顾英，小东家，你可知道长枪老刀胡儿剑，双拳断斧天王鞭？未曾。未曾？怎么了？他们很厉害。我晓得了，我会帮小东家保密的。顾英，你现在说话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不会是侯爷出什么问题了吧？不对，忘了说正事了。侯爷这些天咳得越发厉害，今日难得缓了些，便命我来带你去长阳一趟。我这就启程，去一趟长阳。小东家，这一次2000溃兵被引到你后山，是有人故意所为。我知道，汤江城的4大户，卢子忠，你小子猜到了。他就藏在长阳的酒肆里，你放心，他跑不掉。多谢。小东家这会儿应该动了杀意。小东家，这一轮让你入长阳，实在是没法子了。昨日有几个还乡的老太医齐齐来了侯府，说我活不过1月了。侯爷，若不然，我去一趟暮云州寻访名医。莫去了，顾英早就派人去了几轮。此番让小东家加入长阳，是向老范一件事情。侯爷请讲。内城外300里，有一支7000人的溃军盘踞在县郡内。小东家去一趟如何？替我救几个人。凉州有位使臣，在溃军盘踞县郡之后，被堵在了城里。这凉州的使臣怎会被堵在溃军的县郡？外头一些兄弟并非是信不过，只是觉着没小东家这般手段，毕竟是一座叛城，估摸着
迎宾很快要围过去，小心一点。回来之后，我给你一件东西。侯爷放心。对了，那位4大户的卢子中，刚好有人来报，这会儿应该入了长阳城，我派人替你揪出来，你自个儿去折柳枝吧。侯爷，说是我把他打死了，如何？随你，不然总有人天天惦记祸害你的庄子，坑害你的庄人。五哥，小东家，你们放了我，我兄可是钱大叔啊！顾兄，钱大叔是何人？是户部一个调度员，他躲到了长阳，应该是投靠这个钱大叔。是大官吗？七品小官，跟朝廷有些关系。但小东家你放心，主子已经说了，就算篓子捅再大，他也能护住你。主子还说，小东家卧龙出坛之时，定会掀起一番风云，才符合化龙的意象。小东家，这一次手段不是我使的。你入汤江城的时候，我跟4个老鬼说了，要分你一杯羹的。小东家自便，我先回去了。小东家，子虎，五哥，去鞭。好嘞！小东家，你不能杀我，你杀了我会惹下祸端的。不如我用银子买命，万两如何？五哥，我起初并不想做个刀口舔血的人，我只想活着。但你这等狗夫，非要把我逼死，差几步便把我逼上梁山了。小东家，你一定是记错了，内城没有梁山啊！小东家，你莫打了，我要死了！鬼之人，我这是狗夫，我跪着都逼得走投无路。你莫打了！打仗的时候都得担心你们会不会对我的庄子下手。我知错了，小东家，算了，别再打了，别再打了，这些话留着下辈子说吧。主子，小东家把他杀了。小的，桂英，你说小东家若是继续酿酒，会是如何？他应该能护着庄子，过几年是个富贵人。此话无错，但你有无想过，小东家可是比肩名将李破山的人，冲阵的奇行之术，为2城困北敌的布局，这些东西我翻了很多路册，都没有先例。主子的意思是小东家是奇人？一生只做酿酒徒，岂不是一场浪费？我没时间了。这些日子，每在我入睡前，就会梦到先帝站在我面前，指着我骂我护不住这大计的江山。这不是主子的错，主子多年带兵出长阳，平叛乱，
可恨的是，这个奸相杀了3个顾命大臣，滥用了朝政，还要拉拢一波江湖的高手。雪落江山30州，一夜屠我苍白头。顾英啊，朝堂上那些老东西坐得太久，该挪挪地方了。主子这是要清君侧，斩奸相。我还记得小东家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：冲天香阵透长阳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此去如归，不必回头，这条路写尽山河春秋。顾英，这一天终究还是要来了。木哥，不若入侯府换身衣服。你这衣裳都脏了。我不换，就这么出长阳，谁敢拦我，我便动刀子。木哥，你似是变了的。猴哥儿，我现在终于敢做许多曾经不敢做的事了。木哥，你变矫情了。啊！你个驴儿的！我跟你说心里话呢。木哥，我想吃羊肉汤了。这次来长阳，好久没见周掌柜了。下次有空再去吧。我们要先去救人。都听木哥了。东家怎讲？真要去溃军那里救人啊？这是侯爷托付我的。啊，主公，不知侯爷许诺了什么？侯爷说救了人之后，有一样东西要给我。哦，应当去。以小侯爷的本事，绝技不会亏待于主公。军师，若是侯爷只给个3瓜2枣的，本儿都回不了。哼哼。放心吧，主公，小侯爷日后还要重用于你，他不会吝啬的。微风，你可愿随我去？听东家的，我魏峰是个粗人，这辈子就跟定小东家了。东家，你要是不带我，我还要闹呢。怕了。今日且先休息吧。微风，明日一早挑50骑，随我入内城。是，东家。文龙先生，你……主公，我随你同去，我也该动动了。陈胜，庄子就交给你看着了，若是有不急，就派人入长阳侯府。东家放心。就如此了，诸位，且先休息吧。是。文龙先生，有什么事吗？哎呀，主公可知道凉州的事情？尚不得知啊。当年侯爷带兵平叛，凉州王自缢而死，但余下的凉州王同族，小侯爷并无弑杀，而是拦住了满门抄斩的圣旨，扶持了另一位凉州王上位。说句好听的，小侯爷等同于凉州王的恩人。
怪不得，这蜀州和凉州，还有北面的燕州，他们都对大计称臣，却又各自为政。主公若有心思，他日可攻入蜀州，积粮助气，征募兵丁，只需守住蜀州城外唯一的关口，便是万夫莫开呀！文龙先生，夜色凉了，你该去休息了。啊，主公，哪日有兴致了，我们再谈一轮。啊，我没有武功，也不会带兵打仗。看来这次我们是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吧？小王爷，大齐侯爷那边肯定会派人来的。再不济，等祭族进了城，咱们提前表明身份，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。凉州的那帮人造反，我作为凉州王的儿子，本该在战场上杀敌，奈何自己是个废物。这外头是什么声音？小王爷，这是大齐的营军在围城了。这如何是好？这是我们凉州的喊马哨。是，小王爷，定是有人来救我们了。你们是何人？救你们的人。那你们为何穿着凉州兵的衣服？若非乔装打扮，我等又该如何入城？来客，你们怎知我们凉州的喊马哨？我等并不知道你们关在何处，便想着这些义军并非凉州人，若用喊马哨，或许你们能够听到。来客，我信你们，我跟你们走。这位先生，父王让我将这个包裹带入内城，转交给侯爷。我带你出去，你自己亲手交给他吧。好。四虎，这换上这些袍甲，我带你们偷偷溜出去，一路上不要说话。好。主公，我刚才见着了。见着什么？凉州小王爷包袱里的东西，那东西让我想清楚了一些事情。譬如说，小侯爷要定江山了。里面何物？虎符，一枚调兵的虎符。主公，这更有可能是一枚凉州军的虎符。叛军的虎符？主公，你如今怎么想？主公，你我二人要见证一个王朝的兴起或崩塌了。小东家，侯爷请你进去。
拜见侯爷。小东家，这是真成了。托侯爷洪福，这事还算顺利。小东家从未让人失望过。小东家，你可知凉州小王爷带来的是何物啊？不知，不知，是不想知吧？小王爷，侯爷，你先下去歇着吧。好。坐。有些东西不让你知道，并非是想瞒着你。明年开春，北狄人又要寇城。如今尚在冬日，这大纪境内便有无数义军起事。朝堂上千人成党，朝堂下无堪用大将。小海棠会骂我是个傻子，明知不可救，偏还要救。还是那句话，我是吃先帝给的水米活下来的。我的父兄5人都死在了大纪的沙场上。有时候啊，我觉得自己大抵是死了。这还活着的，不过是一副国姓侯的躯壳。小东家，我知你不愿意入朝堂，也从未强迫过。我还知你心底里也不愿意投效小海棠，你骨子里有股傲气，寄人篱下的事情定然是不会做的。小东家，你是个复杂的人，复杂到连我都看不清楚，小海棠也看不清楚，很多人都看不清楚。或许你该有自己的路。要问这大计我还能信谁，莫过于小东家。我是个脏了的人。小东家，这份卷宗你先拿回去好好看一番。若有一日你真走出了另一条路，倘若不嫌，便去我坟头上敬一杯水酒，再说个1、2。明年开春，我约莫是要死了。侯爷，这大计烂了的。小东家，狗不嫌家贫，我想了很多法子，都无法把那些吃根茎的毒虫揪出来。这一次，便当是以毒攻毒吧。侯爷，我小东家，这次是我硬拉着你入去的，莫要想了。且回吧。侯爷，保重。
主公，小侯爷给的是甚？莫非是私兵公正？并不是。你且看。哦。主公，这是一处私矿。确切的说，是一处无人知晓的铁矿。我想大概率是某个都尉无形之中发现了这处铁矿，把它写成了卷宗呈上去。本想着能升官，殊不知呈上去以后便了无音讯，这铁矿一事也被搁置了下来。小侯爷当真舍得。可是主公，大忌有律，普通人私自开采矿石，等同于死罪。这铁矿不能生财，又有何用啊？文龙先生，你可知炼钢之法？啊，我只知晓炼铁，以锻造的方式打造钢材。可是此举时间太久，费用太高，且产量极低。看来有时间的时候，我该研究一下造个炼钢炉出来。到时候我们所有人的兵器都将是革命性的。哦，主公，我怎么有点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？算了，以后再说吧。哼，主公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一切从长计议。至于主公想要发展什么东西，只要有我们自己的一座城，这一切便都有机会。先生，此事你可先谋划。我觉得我们凡事不能只看着眼前，这大计的未来并非你我可以左右的。东家，常少爷来了，就在后院等着你。你怎么又来了呀？我来看看你，毕竟我们还有米粮的生意要谈。你还记得你是个卖米的？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啊？见过袁桃了？见过了。先前我们打赌，你说在半年内把四大户吃下，现在看来约莫是要成功了。哼，我听说四大户花了一笔银子买官，想攀附上朝廷那些老狐狸的船。不管怎样，你总要小心一些。多谢常少爷提醒。小东家，你我之间总是这么见外，我便想不通啊。你和小桃桃可以走这么近，可与我总是如此。这话说的，我平日里最佩服常少爷了。凉州眉县闹造反的事，你都知道了？有所耳闻。天下要乱，百姓要活，这没法子的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这天下终归是要不破不立。大树要倒，小桃桃拦不住，你我也拦不住。不过我希望你明白，大计崩塌，乃至百姓水深火热，这都不是你我的错，但遇乱世而不救，便是你我的错。这整个大计，也只有你能帮他了。那常少爷觉得该怎么救？这天下的百姓没有人为他们做主，那我便自己当这个皇帝为他们做主。当然了，
小东家，倘若你愿意，我也可以让你做这个皇帝。我从来没想过当什么皇帝啊！你不做皇帝，怎么救天下？怎么为百姓做主？百姓可以自己当家做主。百姓自己当家做主。小东家莫要说笑了，我这辈子从来没听过这番话语。你呀，还是好好酿你的酒吧。不过转念想一想，小东家，你还真是个妙人。大隐于世是没错，但你终归遮不住的。头顶有风雨雷鸣，脚底是倒海翻江，别人一看便可知有条大鱼要化龙了。你之前说的是容我再想一想，等我想通了，再来找你辩论一番。你若是真想通了，那我们倒是可以好好坐下来喝喝茶，吟吟诗。那先这样。婉婉，今日寒风公子不辞辛劳入府与你一见，不若你与风公子去花园走走。他要走便随他走吧。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啊？这满天下的男儿，竟没有另一位如同那小棍夫一般。爷爷，你说要替我寻一位英雄般的夫婿，这内城寻了2月有余，寻不到了。你们说的那位风公子，连喝口汤药都怕苦。我在边关时得的那男子，就带着几十庄人就敢和北地人厮杀。爷爷，您也带兵打仗30余年了，难不成到现在还想攀风雅，做个老文士？兵卒若不为国，你是闻羞杀那帮敌人退军吗？婉婉，莫说胡话。那位风公子家世显赫，那又如何？我们李家人现在还要阿谀奉承吗？婉婉，告诉我你想怎样？我要去汤井，我要见他。我若是带不回他，那我便死了这条心。到时候便随你们的意思嫁了。到时候便随你们的意思嫁了。婉婉，整个大计，我佩服的人不超过3个。那位小东家算一个，他有骨气，更重感情。你这一遭啊，怕是要吃一些苦头了。祖父莫要忘了，我也是从那边关杀回来的，见过生死，拿过刀剑。死不成器，偏偏孙女有这般抱负。我李小婉虽然为情所困，但并不是不明事理。若是我撞破了南墙还不回头，那我便是个傻子。你便去，老子是定北侯，执掌5万大军，他一个酿酒徒，还能欺负你们成？你告诉那崽子，他若不应承，老子便亲自带兵掀了他的庄子。啊！爹，小宰府若知晓，定然会生气呀。朝中狗相，我岂会怕他？什么？我知你不争气，但我告诉你，今日起，我便是小侯爷的人了。哎呀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爹。现在怎能站队？废物！爹爹，为何你非要逼我？来，喝酒啊！
这三个老家伙，好久啊！登徒子，李大碗，光源，把这登徒子给我按住，姑奶奶要把他绑回城城。哎，你这关小姐的脾气怎么还没改啊？王源，你还认不认我这个大哥？徐墨，你跟我回去做我的夫婿。你认真的？你认真的？出来这事我就跟我祖爷说过了，这回要是不把你带回去，我就要在内城随便找个公子嫁了。徐墨，你娶了我吧。你莫要道德绑架我呀！哎呀，你晓得的，定北侯是你的祖父，我就是一个酿酒的破落户，门不当户不对呀。我不在乎。李大碗，就算我娶了你，你那个定北侯的爷爷，还有你那个眼高于顶的爹，他们都会觉得是我高攀了你，所以我便得跪着爬进李府，做李府的上门女婿。但是我在边关的时候没有跪，被那些狗吏还有附身他们追杀的时候，我也没跪。有人想拉拢我，给了我根很香的骨头，我同样没有跪。你觉得我会跪着进李府吗？我可以弱女徐家庄，跟着你酿酒杀敌人。我不做正妻，我也会听采薇姐姐话。你回去吧，我不会娶你的。过几日我会亲自去见定北侯，向他赔罪。婉婉，我先前就已经说过了，徐房主他就算是肯娶你，你们俩之间也只是政治联谊。那日在汤家城我们分别的时候，我觉得小东家的态度就已经很明了了，你又何必执迷不悟呢？王宇，我叫你来是让你帮我劝着登徒子的，你怎么还向着他？小婉，男女之事这旁观者清嘛。我觉得徐房主对你无意。这怎么可能？婉婉，我从小跟你一起长大的，我定然是知道你心中所想。是，望州这一走，2000里边关路，它对你而言就像是新世界，它像是冰霜，就像是炙炎。你平静的湖面被它这个月光给照亮了，在你的心中，徐房主他就是大计这一片青松林当中最不一样的、最五彩斑斓、形状最独特的那一片树叶。我同意，但是你要明白吗？他只是陪你走了一段路，迟早是要分开的。然而，徐房主他最终还是要乘风而去的。你还不明白吗？人群开始向前。而你已经走进徐郎，远方。难了难了，这小子难了。哎，绝对，你说这小子该怎么办呢？唉，他一个棍妇出身，想凭自己救天下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那李家有6万重兵，若是娶了那李姑娘，便可以定江山。那还纠结个甚？直接娶了便是。
并非如此。看得出那小子心里只有那个小碧妻，对于这个李姑娘毫无心思。若是娶了，他既负了这小碧妻，也负了这位李姑娘。嗨，这天下有能者，哪个不是三妻六妾的？你说这小子是不是太过于感情用事了呀？你说啥呢？啊，我儿是最重情重义之人，于袍泽、于法器、于你我，都是他所敬重之人。若非如此，他岂不成了狼子之辈？还能容得下你们两个老家伙在这庄子里面跟我抢酒喝？你个老东西，这话说的有道理，只是这眼下的局面，看得我都快着急死了。你这，哎呀，你急个啥嘛？喝酒，喝酒，什么事情喝醉了都不是事儿。这话说的也有道理。不管了，来喝酒。哎呀，徐牧啊徐牧，这条路该怎么走？无人帮得了你。三位，徐郎，婉婉的，莫管他，让他回去便是。徐郎，不如采薇，儿女私情，最忌舞乱丝连。我本想快刀斩乱麻，你又是何必呢？徐郎，我知你心意如何，倘若我同意呢？你是不是还愿意娶她？采薇，我心中早已容不下其他人了。李小婉，你今日便在庄子住下，明日我送你回城城，亲自向侯爷请罪。终究还是来了。便问这天下是黑是白？若是黑的不堪，我等便愿天公生眼，落下一场白雪，落个清白人间。将军，宰府让我给您带个话，说您千不该万不该在此时投奔国姓侯。将军，你老了，还是乖乖受死吧，我等也好给你个痛快。莫问老夫能犯否？当年在西北打仗杀过的马匪，对起来可绕城城8圈，可偏偏有人不信邪啊！要试试老夫的刀还锋利否？主子说过，入离府者当诛。看来昨夜有事发生。东家，这应当是大杀了一场，至少死了有100人。
这儿现在大忌，谁敢动定北侯啊？婉婉，爹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哎，婉婉，莫怕，你且入府便是。我便知道又是你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棍妇，还想攀高枝。哎，罢，我便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跪在李府门前，爬入内堂，说不定我一时糊涂，让你做个上门小夫婿。哼，告辞。且慢！滚！哼！小东家，还请勿怪。刚杀了人，还未来得及清洗。小东家，还请勿怪。岂敢！老侯爷铁骨铮铮，我向来很佩服。每次杀了人，我便觉3日吃食，在西北带来的习惯。小东家勿怪。以血为肴。也挺好。呵呵，好一句以血为肴！来，干！哈哈哈哈哈！我应该是明白了，为何小侯爷如此看重你。沉稳内敛，却胸有杀机，你这般人若闯不出一番天地，如何也说不过去。老侯爷谬赞了，我不过是一介酿酒徒。哎，你莫与我拉扯，你也见着了，这2日时常有人提刀杀入李府，要取我老头的命啊！老侯爷想说什么？整个内城能让我亲自斟酒的人，不超过3个。小东家，你是一个。你我先饮一杯碰头酒。嗯。哈哈哈哈！痛快！哎。800条狗夫提刀杀入李府，我与银刀卫联手斩杀掉300余人的头。若非是年迈力乏，我是定要杀出城的。小东家，信吗？信。哈哈哈哈哈！侯爷戎马半生，刀会老，但不会锈。来，小东家，再饮一杯相见欢。敢问小东家，若天下昏罪，救国者可称英雄否？白发渔樵江渚上，不论英雄归处，都付一场
笑谈。今3杯酒，无西北定远侯，也无徐家坊小东家。我敬侯爷一杯。如今是天下皆昏醉，你我皆是嗜酒狂徒。好，同饮。难得今日尽兴了一回。我曾想过，日后你入了李府，便算一家人。择日我去兵部，表你为定北营匹将，单独掌一哨人马。老侯爷喝醉了。我并未醉。无论你跟婉婉以后如何，但我始终想把你当成是我李家人。说不得那日我一走，5万余的定北大军可能就交给你。侯爷约莫是喝醉了。我先前说过的，我有自己的路，无需他人来扶。我庄子里的妻子虽是个小婢妻，但是在我心中，她就是发妻。我的心中已容不下他人了。我的心中已容不下他人了。我都晓得，但你还要娶李小婉，而且要昭告天下。老侯爷，你为何非要逼我呀？小友啊，我现在并非是选上门夫婿，而是在选一个能保护李家的人。这一次，也是我有求于你了。老侯爷，不如你我说亮话吧。我终归是站到了国姓侯那边，但这等的事情你我都知，一招不慎便是绝户的祸事。婉婉去了你那里啊，你至少能护她周全。侯爷为何如此笃定？你在望州，连路边的老弱妇孺都想着帮扶一把。婉婉与你2000里从边关入内城，你怎会见死不救啊？侯爷这是吃定我了。刚才讲的是私信，下面讲的是国事。小东家，你且听着，明年一开春，小侯爷或会支撑不住，所以年关之前的事情便不能再等下去。我已经调了2万的定北营，准备入内城。其他的定边大将呢？有人把小侯爷中毒的消息带了过去。小东家，你觉得他们会走吗？说不定这些人早就沆瀣一气了。季季连环，小侯爷独木难支啊！这5万的兵不是我偏要给你，而是这天下间只有你才能帮小侯爷。你与我的兵并无关系，你想要他们为你打仗，你调不动啊。但你娶了婉婉，你便有了名分，接下这5万的兵也就顺理成章了。我这些兵啊，是救国用的。我让你娶婉婉，无非就是一个由头。日后若安定了，你便拟一份休书，放了他便是。
我知道你有骨气，此事外人会说你是吃了碗软饭便能执掌这5万大军，你会被人戳脊梁骨，会被人骂你是负心汉，辜负了婉婉的一片痴心，会被人骂是白眼狼，辜负了李家。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希望你娶了婉婉。明年入春，北狄会再来寇城，若大计还是这个德行，整个大计都会乱掉。但国可乱，天下不能乱啊！侯爷就算不心疼我，也该心疼心疼你的亲生孙女吧？唉，她是我孙女儿，我怎会不心疼啊？不过她自己的劫还得她自己来渡啊！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大了些，有很多事儿我顾不得了。倘若是这大计救不活了呢？那这些兵便是你安身立命的资本。袁侯爷说过，留着你至少是留了一枚火种，那日你真烧起来，便替这天下烧出一片清明。便替这天下烧出一片清明。今日你收下这枚虎符，你与李家的婚约便是成了。按道理，你应该喊我一声祖爷。比起来做我李家的贤婿，我更希望你是我的亲孙子。每每看到我那不争气的儿子，我都在想，要是你姓李，该多好啊！侯爷，若是李小婉日后能像您一样独当一面，您心中还会留有遗憾吗？我未曾想过，她不过是一介女子耳。要不是这世道逼得人走投无路，我无论如何也不想接受这一场政治联姻。我虽不喜欢李小婉，但她是人，不是工具。我相信她日后会变得像您一样，会成为你们李家的骄傲。但愿如此吧。侯爷，你宁愿相信一个外人，也不愿相信自己的孙女能够成大事吗？袁侯爷说的并无错，你小子确是个妙人。婉婉未来路上有你指引，他便不用靠攀附他人而活，如此我便放心了。明日我入一趟长阳私访，便说婉婉与你私奔，被我逐出李府。日后你虽会被种种骂名，但这世道，你即使揉疼了眼睛，也辨不出黑白。有人在明堂粉饰太平，便有人在黑暗中持正不阿。我等做事，切莫在意他人分说，你只需记着，为民者即是天下最大的义。徐牧，受教。今日你便带着婉婉回庄子吧。从今以后，让他不要再回来了。
怎么就带一个包裹？其他东西呢？徐房主，方才你和爷爷的谈话我都听见了。啊！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我就在房间里一直哭。我一直问我自己，你怎么就不喜欢我？后来哭累了，便睡着了。睡醒之后，府里的下人已经把东西都收拾好了。我看着那满屋子的东西，突然发现，这世上很多东西，它本就不属于我。什么意思？徐房主，你放心，等我嫁入徐家庄之后，采薇姐仍是正妻，我们也只有夫妻的名分，更不会有夫妻之实。从前，我李小婉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现在我晓得了。你想要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来想办法。我爹没出息，我爷爷看不起我爹，我也看不起我爹。但是转念一想，我和我爹又有何分别？你说的有道理。算了。徐房主，我会念书，会写字，也在爷爷的书房里读过兵法。你若有心教我的话，让我带兵打仗如何？此话当真？当然是真的。广州2000里回内城，你将我护在身后。现在回想起望州的事儿，我只想起那个老官差，还有筒子营里殉国的义士，他们所做的事情和我爷爷无异。我是李家的人，我本应该做点什么。你若真这么想，那我徐牧倒是对你刮目相看了。从前我不明白，我总以为采薇姐比我温柔大方，比我明事理，所以你看不上我。但我现在知道了，采薇姐的一切东西都是她自己争取来的。你放心，我会和采薇姐讲清楚的。谢谢李姑娘。日后这世道若是安逸了，我不用你写休书，我要自己写休书。毕竟我爷爷给我的嫁妆可是5万兵，若是哪天要退婚的话，这嫁妆我可得带走。比起登徒子你，我李小婉似乎更应该继承这5万定北军。不过这大计未曾出过女将军，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行。我先前听过一个故事，讲的是北方有一支异族入侵中原，边关的将领都战死了。这时候，一位将领的遗孀临危受命，带着另外12名遗孀和亲卫北去退敌800里。他们13位遗孀保了天下太平。他们这13位遗孀都是有意思的人，其中为首的姓穆，他是真正的巾帼英雄。真的假的？这故事我怎么没听过？不会是登徒子你编的吧？当然是真的。我也想成为像穆将军那样的人。我相信你。听过我的名可否？我便是段府，我与义府击碎2架游驴马车。
哪里来的贼子？值得你虎爷吗？哼！虎哥，拧掉这个狗货的脑袋！虎哥，小爷这就回去学绝世武功，等会儿便来救你。阿弟，取我的斩马刀来。好，好，走。魏峰，出什么事了？东家，有人打桩呢。什么？魏峰，跟我去把这些打桩子的狗犊子都砍了。是，东家。哎，徐墨，我也去。你不便露面，还是算了吧。走。虎哥接刀！好身手！村汉，你请告诉我，你叫个甚？我只要断你个头！生的也是大个，但你有个甚用啊？这婉转绵绵的力气，我让你披着红袍入清馆做花娘可好啊？不中！别讲你的力气有多大！他娘的！长命13载，走横内城这么多年，你是哪里来的村妇？竟然有如此般的力量！他娘的，这还讲不讲武德？虎哥你真棒！虎哥你真厉害！真棒！虎哥他要跑了！还没打完呢！不能借我玩会儿！子虎，你去哪儿？木盒。哎呀，我现在有急事，待会儿再跟你说啊。哎呀，他骑着马，你2条腿怎么追得上？哎呀，木哥你说的有道理啊，确实追不上。东家回来了，夫人已经给小婉姑娘安排好了住处。刚才那人知道是谁吗？不知。那人叫段府，是内城的6大高手之一，他是奸相的人。小子，你摊上大事了。主公啊，外面的事情你都看见了。文龙先生，这奸相是真的关注到我了。或许他是知道了你与国姓侯的关系，或许也只是试探。毕竟老侯爷放出消息，你是拐走了他的孙女，你与李家是闹崩了的。终究还是瞒不住了。眼下有2条路，就看主公怎么选：继续留在内城酿酒，或是离开内城去搏一回大事。文龙先生，展开讲讲。我等此刻入蜀，沿途收拢流民，算上1000私兵与8000兵符，抵达蜀地之时，可有
15000左右的兵马。兵马不多，但足以让主公留一处安身之地。积粮助气，征募兵丁，做官天下风云，一朝出蜀，逐鹿30州。文龙先生，可有良策入蜀？但是那蜀王又怎会轻易放外军入蜀？主公错意。如今的蜀州已经4分5裂，单单蜀王就有3个。我觉得这正是主公的机会。小侯爷留给主公的铁矿卷宗，并非在内城，恰巧离这蜀州也不算太远，到时候主公一样可以取。我估摸着这处铁矿之地，知道的人并不算太多。不过主公，现在你还不能离开。为何？冬日风雪将至，不宜行军迁徙，这是其中一个原因。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。先生，怎么讲？若无名分大义，你带着9000人，到时候不过是一支普通的义军，亦或是他人口中的反贼。但若你做了些天下留名的事情，则就不同了。这世道本就如此，活着的人不讲大义，却偏偏你做大事，则需要一份大义。什么大义？清君侧，斩奸相，还天下一片朗朗乾坤。清君侧，斩奸相，还天下一片朗朗乾坤。文龙先生，你知道我担忧什么？年关越来越近了，侯爷的时间不多了，我等需要先把庄子里的人转移出内城。然后呢？请主公入朝，大计不得民心。主公入朝，与2位侯爷合力举事，不管成功与否，势必会名动天下。之前文龙先生可不是这么说的呀。先前是先前，现在是现在。我作为主公的谋士，不能陷入时局。年关一过，小侯爷会死，定北侯已年入古稀，也没多少时间了。到时候只剩主公一人，必然占尽大义名分。主公须知，无人会当你反贼，只会把你当作救世的英雄。请主公入朝吧。可我该怎么入朝？难道去和小侯爷说？实则早些时候，小侯爷与老侯爷无时无刻不在为主公入朝而铺路，你早已成为他们棋盘中的一枚棋子。我全明白了，怪不得侯爷要给我买个爵位，我当时就觉得他给我安排了什么。并非我不愿入朝，只是这朝中盘根错节，很多事我也无法左右啊。主公，虽说他们把你当棋子，但主公反过来想，倘若
你是掀了这棋盘的人，什么阴谋阳谋，什么对错，都将不复存在了。我之前倒是从陈先生嘴里听到过这话。虽说是一样的话，但他那是让你当反贼，而我是在谋定天下。文龙先生的意思是让我共赴国难。整个大计都烂了，靠一个病入膏肓的小侯爷与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侯爷，又能救得了谁？可他们明知不可为，却偏要为，就为博一个英雄的形象。明年他们都会死，3位英雄中唯一能活着的那位，就只能是你。难怪老侯爷非要把李秀婉嫁给我，恐怕经此一役，李家也将不复存在啊。如果外头风冷，给自己多添一件衣裳。我这一生活得荒唐30余年，庸碌且蹉跎的岁月，魂不能安一国之邦，武不能定一朝江山，只将满腹的夙愿说与山鬼来听。寻了来生路，且让我做个农家子吧。主子，该走了。这一轮清君侧，或是就日月换新天的机会。不应此一去，便是生死轮回。主子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随我出城去见外城的守军。这一决，我等要和小东家里应外合。侯爷，小东家，许久不见。这次出了长阳，这段时间内暂时不会回去。朝堂里的人大抵都觉得我疯了，但他们不敢动的，所以只能用奇毒之法。参与的人应该有一份名单，我查不出来，也懒得查了。时日无多，我不想再浪费时间。侯爷，你打算怎么做？
奸相和幼帝已经形同父子，扯不断关系了。认真来说，我那位小侄已经被带歪了路。我有打算新立一位皇帝，事成之后，再挑选贤臣辅国。可是侯爷，若是无贤臣呢？有，小东家就是。之前的书信我看了，和定北侯商量了许久。虽然他不是很愿意，但终归来说，是觉得你取了一份名声。以后的路，不管怎么样，对你而言都是好事情。当然，前提是小东家你不能死。若势不可为，你便是一枚火种。还是那句话，我吃你不愿入朝，到时候你挑选几个寒门子把关，破个重任也无妨。稳住江山之后，大可离去。但这些都是成功之后的说法。今日来你这里一轮，明日我便入营了。要立的那位后帝，是一位落魄的皇室宗亲之子，我费了许久功夫才寻得，但他性子良善，办事沉稳，隐隐有贤君之风。恭喜侯爷！先前说的都是事成之后的打算，如果势不可为，你立刻带着你的庄人离开内城，莫忘了你在西北面还有8000人的虎符。这支军队不惹事，足够你在西北边好好安身立命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去凉州，凉州王是我的故人，亦不会为难你。如果选择做火种，你的路我估算不出来了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这段时间内你在内城切要小心，如果有事情，我会让顾英过来。这个你拿着。侯爷，我要做什么？年关前的群臣殿议，你带着子爵令入朝，接近萧远路，向他投诚。投诚？接近萧远路，向他投诚。投诚？不过你一定小心，终归是身在敌营。前些日子，萧远路才派了段府来试探我的底细，他会信任我吗？他不会，但我会让他会。侯爷，你的安排总是9死一生。侯爷，这是免死金牌，有着丹书铁券。出长阳的时候，我去了一趟总司，方将你的名字
属于我家谱之下。侯爷，这太贵重了。有了这铁券，慧敏非议，萧远路那边暂时不敢动你。但我希望你明白，若有一日大计崩塌，这铁券便如同废纸。多谢侯爷，我还有许多东西要给你，但事情来得太快，而我又时日无多，便只能作罢了。侯爷对我已经很恩义了。这一年大气都是雨雪，雨来得急，雪来得凶。我在这雨雪之中，什么都看不清了。五弟，我只争最后一回。东家，长次郎喊你去趟长家镇。小东家，你说这天冷的，都不给人一个机会准备准备。2000车粮食已经帮你运到后山了。多谢常少爷。让你取碗碗，你当真是取碗碗？我寻思我也不丑啊，能文能武，家里好歹也是个大户，怎么就……什么意思？你想娶她？你为何不开口提啊？你怎么知道我先前没提啊？我试过了，他没看上我。唉，你说这爱情啊，就像一条狗，咬了你一口，就夹着尾巴跑远了，连头都不带回的。常少爷来见我，就为说这个。内城的迎兵调的很多了，朝堂上的那位宰辅把附近的迎兵都抽了过来。你可知有多少人？不知。9万。你可知小陶陶那边会有多少人？亦不知。小陶陶的事情是一个死局，大纪的事情也是一个死局，但他是我的老友，是我从小玩尿泥长大的。我记得带他偷看了7个寡居妇，5个没出阁的姑娘。还记得有一次带他去清馆，他傻愣愣地站在大厅里，差一点被招来的人扯烂了袍子。再后来，他说要去大纪30州去看一看，我红着眼睛，像个大傻子一样，送了他80里路。再后来，我和他的路便开始不对了。谁都没有错，要说有错，便是这世道的错。小东家，我觉着吧，如果这个世道有错，我们就该改变这个世道。常少爷到底想说什么？小东家那日跟我说，让百姓自己当家做主。我回去左思右想，又查阅了很多史记，从未有过任何一个朝代能够做到。小东家所愿的，
不过是乌有之乡。若不然，我给小东家指一条路。什么路？你我联手，诱人天下，苍生与水火，颠覆王朝。好，那就颠覆王朝。明日我便去招10万流民，还请常少爷提供粮草。驴儿个操的，每次都是这样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想活着，想更多人活着，好好的活着。一开始便是如此。确实啊，你难得混到这个地步，实属不易。不过小东家，你要知道，只要小桃桃出事，便不会有人再保你，也没有人保你的庄子。跟着你想活命的人，也未必能活命下去。如若有一日，你我谋剑不合，我们也有可能成为敌人。常少爷知道的。当年我被20余官兵追杀的时候，尚且不愿寄人篱下，那现在也不愿。有些迂腐，不过像你这个臭脾气，除非自己杀一条血路，不然早晚会翻船的。2000车粮食，就当是你吊打4大户的赌约，以后莫要来常家镇。小东家，开年之前趁早离开内城，这里不适合你。多谢常少爷。东家，庄子里的人都去后山了，这是最后一批人。徐郎，你在这边小心些，城外有一条山路，我做了标记，绑了白马，徐郎或许能用到。我便在那边等着徐郎，等徐郎来了，烫好一壶酒，煲好汤。我死不得，多少次都杀过来了啊！不打紧，徐郎不会孤单。徐郎在哪儿，我便在哪儿。来不及回望的余味，是谁把心点亮？我给你的兵书，记得看。徐房主，你放心，我会跟着庄子里的兵好好学本事的，而且文龙先生也答应了会教我的。你要活着回来。该出发了。若有明天，愿有人提着沉寂，点盏光阴。主公无牵挂了。文龙先生，你也快去吧。我不在的日子，帮着夫人看好庄子。还有，少和那3个老头在一起喝酒。主公放心啊，这个交给主公。若入了朝，事有不及，便再打开一关。谢谢文龙。主公，
我若无猜错，这2、3日，小侯爷的人便会来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定了江山过丰年，若不能定，以小侯爷的脾气，他不会让天下百姓的春节在一场恐慌中度过。吾贾文龙便等着主公名动天下30州。罕见呐，连你也穿上铠甲了。这是主子的意思。主子说，这一次顾不得生死，所以命我穿得庄重一点。日后如果上了地府，也算是个战死沙场的英雄。侯爷他身体怎么样了？昨天我们吃早饭，主子突然咳嗽，咳了一碗血出来。幸好神医李旺儿也在，把他的命调回来了。小东家，还有个事情。什么事情？主子问李旺儿有没有神药，可以让他清醒几天。他说他想些法子的话，主子或许可以活到开春。但是如果吃了这个神药，只有2天的命。效果失去的话，他身子会大虚，立马死去。我爹，我只争最后一回。顾英，带我去见侯爷。小东家，这是路线。你不随我一起去？内城外还有几万灾兵在等我，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。小东家自己去便是。侯爷在此地等你，我先走了。死虎，你也去挑一身文士袍吧。怎的，木哥？说真是，入朝参加群臣殿议，你还能光着膀子不成？木哥，我穿那东西做甚？莫非还要读诗文不成？不然，我先读一个给木哥听。你还懂诗文？怎的不懂啊？念一个给我听听。800标兵奔。顾城咋这么多呢？有了，1个花娘3两钱，10朵玫瑰1两钱。我用玫瑰送花娘，今夜又剩2两钱。哪个狗犊子教你的？木哥，是诸葛老瘸腿。以后啊，少跟那个老不休的学这些。死虎，还是挑一件文士袍吧，这样你打架的时候把那衣服一撕，他们都会怕你。风吹酒入城，好，听着一听木哥。不问归程。若前方只有风雪，也要。
侯爷，五弟，我看不清你的模样了，你再近些，近些。侯爷，我很后悔，我后悔前世的时候没多看一些毒理和中医相关的书籍。你还想用你的前世来救我？我看你病了才是。我担心，再过2、3日，我身子变好了。年关前的殿役没几日了，你入朝后，想办法去净室房东边的卧铺，找一个叫连春的公公，具体的事宜他会告诉你。你放心，连春府是袁家3代帝王，他是老人，见过王朝的衰落，我和他相依很久，才定下来的。萧远路那边该怎么办？他们会查你的事情，是躲不掉的。我给你准备了30万两，内城里的人偷偷给我凑齐的，具体什么名字我不说了，你送给他。还有，营子外有一位老将，叫杨父，他一直在内城里对抗萧远路。萧远路曾下重金想拿下他，却一直没拿下。晚些时候，他会送给你一样东西，你拿去送给萧远路，他自会信你。侯爷，敢问是什么东西？他跟我说他年岁60有3，再过些时日，便就抬不动刀了，不如便舍了这一条命，把命送给我，让我替天下的百姓铺好这一条路。侯弟啊，那日你见了盛世，便拜请你去我坟上，好好跟我说说一二。我30余载的荒唐，现在这厮杀和斗争中过去了。这盛世，当有一日，如侯爷所愿。五弟，我替你引荐一个人，进来吧。小红书，平安。这位便是我和你时常说的小东家。袁安见过小东家。说起来你可能不信，我初次见到袁安，他背着一位素不相识的冻伤路人，跑到了丰城医馆。我时常就在想，这金銮殿里的那位，有袁安这般心境，那这崩坏的天下，
岂不是还留有一份希望存在？只可惜，小夫叔，侯爷，远安，日后我若不在了，你多听小东家的话。元安都记下了。入朝的事情就拜托你了。我和你月相这一会儿不方便再入皇宫，除非是说我靠我自己的拳头打进去。你们出去走走吧，你家月相应该也快回来了，啊。你就是小东家？正是。许墨，拜见杨将军。侯爷跟我说过你打算什么时候入朝？明日。杨将军，或许还有别的法子。没有其他的办法了。我跟侯爷商量多少次，只有这一个办法。狗相很狡猾，你想瞒过他并非易事。30万两银子固然不少，但你需要一个新的筹码。看到时候，如果时辰还有的话，我喝上一碗烈酒。抬起头来，啊？对嘛？这才是一个能成大事的样子。我这是就义，开心的很。这样也好，我还可以到下面去陪我那个小兄弟。来，你知道我那个小兄弟的名字吗？大计第1名将李破山。李破山，可惜我那贤弟，如果真的能多给他些时间，定会平了外患，都是内忧，也就稳了。
我已经60有3了，不能拿到了。但是，对我一个孤独老人，若是死在寒屋破院，我真的不甘心。索性就吊着卵，再干一把。是佩服杨将军高义。若前方只有风雪，也要走到世界尽头。此去无归，不必回头。人间总要有人先走。此去无归，不必回头。小东家，喝了这杯酒，就此别过。光阴也渲染一宿，一句誓言冲过生死。若有明日，不必是我，但这条路必须有人走。怎么还流泪了？沙子迷了眼。下了这么多天的雪，哪儿来的沙子？走了。写进山河春秋，不必回头。若有太平记得，有人走过。岳祖，免了，免了。你的事情，小侯爷都与我说了。这一轮，你当真要去？岳祖年过古稀，尚且不去，或许木岂有退缩的道理？岳祖放心，李小婉已经出了内城。小东家，这是给您的东西。这是杨将军给的。杨将军的断头酒，你喝了？喝了，我和他一起喝的。人间才敢抬头。别问归期，别说保重，这一生沉默就是离别。你尽管去吧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不必保全自己。岳祖放心。小子，记着你答应我的事儿。天亮之前已无退路。我记得。此去无归，
小东家走了。走了，在入朝的路上。主子，不可！若吃了，2天后便会身死。不是，小东家自是快到了。小东家若是有什么变故，该怎么办？若如此，只能弃了小东家这枚棋子。但一个能带3000人独13万北狄人围于2城之中的人，他做不了弃子。他是真正的杀子。我先前说过，我在下一盘棋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问自己，是否墨守了成规？我若早早回了沧州，这朝堂下又该是如何？我教好凉州王，扬9000虎堂死士，敬请各路大将。可到最后，却只有定远侯愿意共赴国难，直至我身中奇毒。将军。我姓侯，怎么说？顾英，取我战甲来。是。微凉无人送晨，沉闷无声，背影渐远。风吹酒楼城，落衣轻折一别，不问归程。若前方只有风雪，也要走到世界尽头。此去无归，不必回头。这人间总要有人先走，此去无归，不必回头。你走之后，山河才有人守。抽刀！我等所愿，为天下太平。如今的光景，实则是脏了眼睛。不忘今来，敢杀入皇宫、铲除奸佞的人，都是吊着一把卵的好汉。用你们的战斗，告诉皇帝小儿，今日反了。将军为我，将军为我，将军为我。陛下口谕，
大纪兴武18年，乃风调雨顺，万民同欢。外有征北将军赵青云大破北敌，内有宰辅鲁国公萧远路安邦定国。将士们，说有朝一日，我大纪山河不遂，四乡民安，万民生活皆有乐，朝堂官吏清廉比封，这偌大的王朝，何来病殃之说？直至岁末年关，正当与诸臣同欢。凡各等公爵5品以上官，请入朝后席，享丝竹觥筹之乐。钦此。我等踏碎风雪，用我们的鲜血照亮这满堂黑暗。进军！此去无